我原本身为顶级卷王，全校都以为我是清北苗子，其实我连大专门槛都摸不到。只因在这个武道为王的世界，我意外觉醒了海克斯强化系统，所以开局我直接选择开摆。接下来3个月内，你的力量将不会有任何提升，但3个月后将自动增加1000公斤力量。这是一个万族入侵的高武世界，唯有成为武者才能拥有自保之力，而武道高考是普通人逆天改命的唯一出路。累吧？累就对了，舒服是留给死人的。高考就只剩下不到100天，庄公却还松松垮垮。就你们这样的，别说考大学，我看考红薯都费劲。庄公是基础修行法的核心，站桩不稳，拳法掌法练了也是白练。我知道你们是普通班，天赋比不上尖子班的学生，但正是因为是普通班，你们想要考上大学，就必须付出更多努力。现在苦点累点没什么，等你们考上大学就轻松了。江宁还不错，庄公扎实，你们要多向他学习。基础修行法什么阶段了？刚刚小成。刘万军看着江宁，眼中满是欣赏，却又藏着惋惜。江宁是班里最努力的学生，武道天赋却只有最差的丁级下等。没人知道，这个少年早已手握逆天改命的底牌。江宁胎穿到这个世界，3岁时父母死于万族入侵，一直由普通工薪家庭的叔婶供养习武。穷文富武，习武所需的营养品、针剂、器械样样烧钱。为了供他读书，堂哥早早辍学打工，家里依旧入不敷出。上个月摸底考试，江宁激活了专属金手指海克斯强化选择系统，每月可选择1次专属强化效果。当时虚拟屏幕上出现3个银色海克斯卡牌，分别是重启任务、移除所有修为、保留2项随机属性并提升300%，安慰剂获得8金币，提升1%攻击速度。开摆，接下来3个月力量不会有任何提升，但3个月后自动增加1000公斤力量。江宁果断选择了开摆，如今距离他选择开摆刚刚过去1个月。现在开始进行月考，老规矩，按学号来。第一个，高超。完了，怎么又到月考了？刘老师为什么也不提前通知？我刚买的药还没来得及扎呢。武道高考共设5门科目，总计700分。第一项就是力量考试，满分100分。月考力量测试正式开始。488公斤，高超，你究竟在怎么练？1个月时间，力量只提升了38公斤，每天才1公斤多点，跟没练又有什么区别？滚一遍站桩去。下一个，荣可可。521公斤，提升了63公斤，还不错，继续努力。下一个，季文斌，568公斤，提升了79公斤，小子可以呀，没少偷偷加练吧，继续保持。下一个，文瑞，473公斤，提升了23公斤，你也到那边站桩去。江宁，到你了。483公斤，不错不错，不对。江宁，要不要重新测试一次？不用了。没人知道，江宁的眼前再次浮现出了海克斯强化选择的虚拟面板。本月的3个全新金色海克斯卡牌已经刷新，分别是假人金币，获得1个训练假人，每10天所有训练假人提供1枚金币。羽量级选手2，立即提升15%移动速度，同时移动速度提升效率增加30%。挥刀自宫，自宫后立即获得1万金币，修炼速度增加1000%。江宁没有丝毫犹豫，直接选择了羽量级选手2，强化效果瞬间融入身体，他的身体变得无比轻盈。江宁1个月没提升，怎么可能？他可是我们班的卷王。高超提升38公斤被罚站，江宁0提升就这么放回去了。月考第2项速度测试正式开始，武道大学速度科目的最低录取线是每秒20米，还是按学号来。第一个，高超。哎呀妈呀，肚子痛！刘老师，我肚子痛，申请去一下厕所，不然等会儿真要发挥失常了。刘万军没理会他的小把戏，继续点名测试。荣可可，到你了。16.8米每秒，比上次提升了1米每秒，不错，下去吧。下一个，季文斌。17.78米每秒，提升了1.4米每秒，可以继续保持。下一个，文瑞。15.8米每秒，提升了0.8米每秒，也算不错了。丁辉16.34米每秒，只提升了0.2米每秒，不能只侧动力量训练，速度训练也得跟上才行。江宁，来吧。
江宁19.89米每秒，提升了3.6米每秒。你们看看人家江宁的提升，再看看你们自己的提升，不要假装很努力，结果不会跟你们演戏。你们骗得过我，骗得过你们父母，还能骗得过你们自己吗？赶紧回队伍休息吧。高超，过来测试，16.32米每秒啊，才提升了1.3米每秒。不是我说，你要是有江宁一半努力，都能够考上武道大学。江哥，你究竟又干什么了？让老班双标成这样？我速度提升了整整1.3米每秒，这还能 IP？ 江哥，你究竟提升了多少啊？没什么，他也就只是速度提升了3.6米每秒而已。3.6米每秒，江哥，你开挂了？开挂不至于，但嗑没嗑药就不一定了。究竟是什么样的针剂能让你的速度在1个月内提升3.6米每秒呢？或者说，这种药只能让你在短时间内爆发出强大的速度？什么药能提升这么多速度？回头我也试试去。我的家庭条件你们都知道，供不起我嗑药的费用。放心，规矩我懂，信息费不会少你的。你只需要告诉我针剂的名称，渠道我会自己想办法。嫌少？这已经是我这个月全部的零花钱了。不好意思，我真没嗑药啊。那啥，江哥，2枚金币我也能出得起。他妈的，老子真没嗑药。那江哥，1个月提升3.6米每秒，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每天只睡4个小时，修炼不偷懒的话，你也可以做到。多久？4个小时？还是算了吧。就算我能做到每天只睡4个小时，但以我的武道天赋，撑死也就考个大传。读完大专出来也没什么用，最后还不是回去继承家业。既然如此，我还不如省去这个环节，直接回去继承家业。当然，江哥，我不是说你，以你的进步，考上武道大学是迟早的事。江宁的目标早已不是普通的武道大学，华国117所武道大学等级分明，72所下等武道大学是招生主力，36所上等武道大学培养中坚力量，而最顶尖的9所武道大学才是他真正的目标。所有人到负重训练室集合。每个人按学号上前领取记录手环。还是那句话，这次只是学校的摸底考试，坚持不住了就立刻点击手环上的停止按钮，不要对身体造成伤害，以免影响后续的武道修炼。耐力测试开始，现在向所有人施加220公斤压力。无形的重压如同潮水般席卷全场，学生们瞬间弯下了腰，仿佛背上驮了一座巨山。仅98秒，文瑞就第一个顶不住，按下了停止按钮。紧接着，高超、荣可可等人也相继放弃，场中只剩下江宁和季文斌2人还在咬牙坚持。季文斌，快点停下！你干什么？不要命了！我都说了，这次只是学校的月考，月考懂吗？等高考的时候，随便你们怎么拼命，但现在别把身体给搞残废了，影响我的教学进度。你干什么？不要命了！这只是月考，不是高考。第1名季文斌148秒，第2名江宁135秒。季文斌抬眼看向江宁，眼里满是胜利者的挑衅。有病！所有人前往精神力测试室。操他妈的唐山，是不是有病呀？非得提什么精神力也是武者重要的衡量指标的议案？我看他纯粹就是吃饱了撑的，因为自己没淋过雨，所以就想让所有人都淋雨。他倒是通过武道高考功成名就了，就没想想我们这些想要考武道高考逆袭的人究竟该怎么办。妈的，如果有一天让我见到唐山那个混蛋，我一定要揍的他妈都不认识。就你也想揍他？人家是武王，你是个鸡毛啊！都愣着干嘛？赶紧进去按学号坐下。所有人都是这么过来的，当年老师也经历过。高超，进去。精神力测试是所有考生的噩梦，通过测试舱模拟逐级提升的疼痛，考验考生的精神意志。武道高考精神力科目的录取线是坚持41.32秒。测试室里摆满了独立的测试舱，椅子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抓痕。所有学生按学号进入测试舱坐好，安全带固定住手脚，头盔缓缓落下，冰凉的贴片贴紧头皮。刘万军塞上耳塞，按下了测试启动按钮。测试正式开始，疼痛等级飞速攀升，短短27秒就冲到了10级。五脏六腑仿佛瞬间破裂，肌肉里像扎满了钢针，骨头被压路机反复碾压，高密度的10级疼痛足以让普通人瞬间晕厥。30秒刚过，江宁就感觉自己的精神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最终在38秒时，他的精神彻底被疼痛摧毁，眼前一黑，失去了意识。季文斌42秒，江宁38秒。季文斌42秒，这已经超过录取线了。切，磕止痛药的录取线有什么大不了的？
武道高考又没有禁止使用止痛药，过录取线就是过录取线了。江宁不就没科，还不是坚持了38秒？好了，精神力测试结束，实战测试放到明天下午不上课。放学回家后，所有人都注意休息，不要出去风和浪。5门高考科目里，实战测试足足占了350分，是决定最终成绩的重中之重。解散。江宁推开家门，浓郁的肉香瞬间扑面而来。这个世界穷文富武，想要提升武道实力，必须靠大量营养品和妖兽肉补充气血。普通家庭想要供养一名武科考生，几乎要倾尽全家之力。小宁回来了，饿坏了吧？还有你最爱吃的红烧茄子，马上就好了。婶儿，我来帮你。叔叔和勇哥还没回来。联防队今天招人，小勇去面试了，就不回来吃饭。老家伙应该快到家了。我一进门就听见你在说我坏话。今天新到了一批妖兽尸体，厂长知道你快高考了，特地让我带一块回来给你补补。巴掌大的一块边角肉，也好意思拿出来说？说你没见识，你还不相信？这可是入了街的妖兽身上的肉。入了街的妖兽？梁安明有这么好的心，能送给你？什么送给我的？梁安明的女儿和小宁是同班同学，你忘了？今天月考肯定是小宁考的还不错。还行，速度科目快到录取线了。快吃饭了，还抽烟，不抽死你！不抽了还不行吗？吃饭。小宁今天考试辛苦了，多吃点补补。吃完饭，江宁回到房间倒头就睡。上午的精神力测试掏空了他所有精力，比起价格昂贵的精神补充药剂，睡觉是性价比最高的恢复方式。这一觉他直接睡到了下午。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修炼基础修行法的拳法，因为开白海克斯的效果，他的力量无法提升，只能把所有精力放在速度专精上。江宁来到家附近的公园，开始了针对性修炼。他制定了最适合自己的训练计划，短跑累了就扎马步休息，马步扎累了就换短跑继续，循环往复，一刻不停。时间飞速流逝，夜幕很快彻底降临。小宁，过来陪我喝一杯。勇哥，今天怎么了？这么开心？平日里你可从不喝酒。我听妈说你的速度成绩快要达到录取分数线了。对，还差0.11米每秒，真优秀，我就知道你能行。那当哥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被联防队录取了，工资每个月1枚金币，其他福利待遇另算。勇哥，联防队太危险了，依我看还是算了吧。阳城多少年没有出现万族危机了？再说，几乎整个阳城的武道高手都在那儿，天塌了还有个高的顶着。那可是每个月1枚金币的工资啊！小宁，你知道1枚金币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每天都能吃上妖兽肉，意味着你也可以有药渣，意味着就算你今年落榜，复读1年也一定能考上武道大学。放心吧，我只是联防队的编外人员，负责巡逻和维持秩序什么的。对抗万族生物、冲锋陷阵的事情还轮不到我。多大的人了，还搞这出？快点洗手吃饭吧。江宁洗完手走到餐桌前，桌上除了中午的剩菜，还多了一盘黑漆漆的入街妖兽肉。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吃到入街妖兽的肉。小宁，快过来尝尝，这是我第一次做入了街的妖兽肉，也不知道好不好吃。怎么样？什么味道？和普通妖兽肉没有什么区别。有用，叔、婶、哥，这妖兽肉我就全部吃了，红烧肉和烧鸡留给你们。这孩子本来就是做给你吃的，家里就你一个人习武，我们吃了不浪费吗？叔、婶、勇哥，我出门修炼去了，你们困了就先睡。江宁冲进夜色里的公园，疯狂奔跑的同时，体内运转着基础修行法的心法，最大化吸收妖兽肉带来的气血能量。3个小时后，他终于停下脚步，看向手里的秒表，整个人瞬间愣住。他的速度不仅突破了武道大学20米每秒的录取线，还达到了20.23米每秒，短短3个小时就提升了0.34米每秒，抵得上他之前整整1周的苦修。一个搞钱买肉的念头在他心里彻底扎了根。第二天一早，江宁拿着2个冷馒头从家出发，跑步前往3公里外的阳城一中。江哥，早呀！早，6点半上课，你们就非得6点半才来吗？也不看看时间都几点了，自己处于什么阶段，心里没点数吗？今天继续摸底考试，进行实战测试。跟我去武道室，我会将修为压制到1阶武者，你们按学号轮番上前对战。实战是武道的核心，也是武道高考中分数占比最高的科目，足足350分。只有实战经验丰富的人，才能在真正的对决中存活下来。第一个，高超。挨打时间到了。我他妈的说过多少次了，面对强大的对手时，永远不要选择和对方硬碰硬，游走躲避攻势，再寻找机会出手。还有，高超，你那是什么烂拳法？一打起来全都乱了。我说过，
拳法的意义不是让你们按部就班的套用招式，而是在最合适的时间里打出最合适的招式。我刚刚出拳的时候，你明明应该用抓腕砸肘这一招应对，怎么还选择砍肋击胸？这不是把空门完全暴露给我吗？滚下去！江宁，到你了。刘老师，请指教。好，那我来了，不错。但我接下来要告诉你们的就是，常规的反制手段在面对绝对强大的敌人时，可能并不奏效。什么好小子，运气不错。不记得我说过要离擂台边缘远些吗？这次难道又是运气？好小子投机取巧是吧？9分钟，9分钟，江哥牛逼！安静，上午的考核就到这里，剩下的同学下午继续。现在解散。江宁，你留一下。我也不说废话，你这次考试虽然投机取巧了些，但并没有违反规则，而且智慧本身就是实力的一部分，在实战中的占比还相当重要。但你要知道，武道高考时的虚拟妖兽每年都不一样，他们也没有惯性思维给你利用。还有，这个成绩上报后，你必然会招来非议，甚至成为众矢之的，就连我恐怕也都会有不少麻烦。你自己选择吧，是如实上报还是……刘老师，我听说月考单科年级第一会有奖学金，那刘老师觉得我这个成绩能否拿下年级第一？你不怕招受非议？刘老师，现在距离高考就只有3个月时间了，当前阶段还能有比高考重要的事情吗？如果说我就此一蹶不振，同学们的非议最多也就还有剩下的3个月。但如果我在剩下的3个月里成功逆袭，那么流言蜚语自会不攻而破。相比起奖学金，这些问题怎么看都不值一提。好，那我就如实上报，实战测试的年级第一大概率是你的。多谢刘老师。学校食堂早已人满为患，学校规定食堂仅在12点至12点30分开放，单个学生用餐时间不能超过5分钟，因此整个食堂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在埋头快速吃饭。江哥，这里，我怕你赶不上吃饭，就帮你买了一份。好家伙，日子不过了。我也刚进食堂，刚刚在门口等了你一会儿，见没来，害怕用餐时间结束，就先进来打菜了。听说你实战测试坚持了9分01秒，运气而已。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江宁，我记住你了。江哥，听说岩佑山基础修行法早已经圆满了，有望在高考前突破成为武者。还有，就在早上，听说年级第2基础修行法突破到圆满，以为能和岩佑山一较高下，便发起了挑战，结果仅仅3招就被揍进了医务室，听说现在还躺在病床上哀嚎呢。午饭过后，众人回到武道训练室，继续完成上午未完成的实战测试。剩下的学生成绩大多平平无奇。月考的所有科目测试完毕，现在公布本次月考的总成绩排名。第1名江宁，总分459.5分；第2名季文斌，总分272分；第3名荣可可，总分254分；第28名高超，总分223分。妈的，变态！我说过多少次了，武道高考中最重要的就是实战测试，你们偏不信。只是实战测试这一门科目，就几乎相当于其他4门科目的分数总和，而且实战科目也是最容易和别人拉开分数差距的一个科目。但如果你们能将我日常所教的招式记住，练得炉火纯青了，在实战中融会贯通，想要坚持过录取分数线，其实很简单的。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下课。小宁，今天怎么这么晚？要我说，就还是给小宁买个电子手环，也方便联系。功能少点，没有储物的通讯手环也才几千枚铜币。现在我在联防队上班，工资也不低，可惜这是联防队发的，属于公务，不然我就给你了。听说就这么一块手环，好几万块呢。表哥，我还是个学生，要手环也没多大用处，这东西容易让我分心。等以后有钱了，给你也买一块。因为实战测试我的成绩还不错，刘老师讲解我的实战录屏到了兴头上，这才没注意时间拖堂了。小宁出息了，以前我们总听你说，你们班主任都是拿那个年级第1女娃子的实战录屏讲解，现在都开始讲你的了。实战测试还不错，怎么样？过录取分数线没？爸，你这也未免太小看小宁了吧？能被他们班主任单独拿出来讲解，小宁至少超过了丰收线不下10分。怎么样，小宁？我没说错吧？叔、婶、勇哥，你们先看电视，我去公园修炼了。还是我回来了晚了就别等我，你们先睡。紧急插播，宁城市发生万族危机事件，公共安全受到极高威胁。
不要拥挤，快速通过疏散通道。所有居民请即刻携带身份证、常用药品等必需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快，通过指定通道去安全安置点，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最新警报，不明实体正在接近城市边缘，请所有市民立即进入避难所。小宁，最近你晚上就还是不要出门修炼了。这些万族生物能力诡异，说不定就有逃出宁城市的。我今天在联防队的卷宗里看到，新历98年的时候，东北省曾经发生过一次3级万族危机，就有一只影族生物逃出东北省，前往万里之外的西南省，屠灭了一座县城。好，那我就在房间里修炼。紧急集合的通知，我现在必须赶去联防队。表哥，你不能去。小宁，这现在是我的工作。你知道发生万族危机时，身为联防队成员，缺席紧急集合意味着什么吗？今天是入职第1天，我们背诵了整整1天的万族危机应对条例。第1条就是在发生万族危机时，所有联防队成员在接到紧急通知后的半个小时内，必须赶往集合场地，不得以任何理由缺席，否则视同叛逃处理。视同叛逃代表着什么？小宁，你作为高中生，应该会比我更清楚。小宁，放心，联防队不会让我们这些边外成员直面万族生物的。紧急集合最多也就是让我们在市区内巡逻而已。对付万族生物，自然有联防队内的武道强者出手。爸妈，你们也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宁城距离阳城毕竟有100公里呢，而且万族生物逃脱的几率小得可怜。快去吧，一会儿赶不上紧急集合了。江宁站在门口，看着黄勇消失在夜色里的背影，心里空落落的。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太过渺小，什么都改变不了。他关上房门，一刻不停地屈膝扎起马步，体内的基础修行法心法疯狂运转起来。小宁，早呀！勇哥，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昨晚都说了，我们边外人员最多就在市区巡逻，驰援宁城怎么也轮不到我们。先不说了，困死了，我得赶紧回家补觉，下午还得再去加班呢。今天来的不是班主任刘万军，而是负责速度训练的带教老师苏凌威。苏凌威刚从大学毕业，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班里大多学生都有些怕他。前天江宁在速度测试中1个月提升3.6米每秒，差点突破录取线的消息早就传到了他的耳朵里。江宁，你过来一下，听说你前天的速度测试成绩快达到高考录取分数线了。对的，苏老师。不骄不躁，不错，这次考得不错。来，老师也有奖励。多谢苏老师。苏老师，我还不知道这颗珠子有什么作用，您能说说吗？珠子？什么珠子？就是这颗。这是悟道珠啊，把悟道珠含在嘴里修炼心法，可以提升心法运转效率，建议你洗一下再用。没事儿，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江宁闭眼运转起心法，片刻后猛地睁开眼，眸子里满是震惊。这颗小小的珠子竟然让他基础修行法的运转效率直接翻倍。苏老师，这个奖励太贵重了。要是觉得心里过意不去，下次拿出更好的成绩报答老师就行。苏老师放心。江哥，你有没有觉得苏老师今天有点心不在焉，都没怎么惩罚人了，而且他还时不时露出一副肉疼的表现，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呀？不知道，你可以去问问苏老师。我去问？你看我像有什么大病的样子吗？早上我就见你嘴里含着东西，现在还含着东西，是什么？糖吗？给我一颗。高超，你又不好好修炼。高超，你加练3圈。江宁，跟我来一下。学校的单科第1奖学金发下来了，一共是3枚金币。哦，谢谢刘老师。我刚刚还以为你嫌少在骂我呢，这是什么东西？这是苏老师对我月考速度测试成绩提升的奖励。苏凌威都给了奖励，我这个班主任兼实战课老师怎么能没点表示？江宁，这里还有2枚金币，是我给你的奖励。前天的妖兽肉，多谢叔叔了。那块妖兽肉对我的提升很大。没事的，爸爸说同学间互相帮助是应该的。反正不管怎么样，都要谢谢你和叔叔。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我想请你帮我再买一点入街的妖兽肉，当然是多少钱，我都会照付。妖兽肉吃多了，效果会大打折扣的。我清楚，
但这才是我第一次使用，距离效果大幅衰减应该还远吧？我可以帮你问问我爸爸。那我就提前谢谢你和叔叔了。我的用餐时间快结束了，江宁，你慢慢吃。我没看错的话，刚刚那是梁月月吧？你俩刚才聊什么了？人家脸通红的跑了。没什么，我刚请他帮我买点入街妖兽肉，他答应帮我问问。他答应了，牛逼！入街妖兽肉很难弄到的，我家都没有购买资格。江哥，你的用餐时间是不是快结束了？啊，好像是的。他就是江宁，你就是江宁，有什么问题吗？就是你武道实战测试用投机取巧的手段拿了第一，超了珊姐。我们班主任放了你的测试录屏，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你就是靠耍小聪明拖了9分钟，一个普通班的废物也配拿年级第一。我是超过了，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问题，武道实战的年级第一，那么一定很能打了哦。我们几个无非就是想请教请教高招，是挺能打，那么出手吧。出手不急。请问你在这次月考的实战测试中获得了多少分？又名列年级第几呢？你既然是武道实战第一，我们向你请教又有什么问题？学校是允许的，学校是允许差生向优生发起请教要求的。但同时学校也规定优生可以拒绝。想要挑战我，至少也得等打败年级第2之后再说吧。你们还不够格啊！在学校里群殴同学，你们不怕受到处分吗？处分那也得有证据才行。手环还给我们，我们认栽。住手！你们几个还嫌丢人不够吗？珊姐，我们错了。是啊，珊姐，我是被他超过了，有什么问题吗？真正的强者永远不会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有浪费着时间的功夫，不如好好提升自己。希望下个月你还能超了我。我会以此为目标的。江宁，你月考的事情我都听说了，怎么是对我的教学有意见？恰巧肌肉拉伤了，成绩没有退步，都已经是超常发挥了，这和您的教学没有任何关系。这样吗？这是盛世公司的疗伤针，下次考试有情况的时候记得打上，不要再发生这样的情况了。多谢方老师。只是对于方老师的期待，他只能在心里说声抱歉，毕竟开摆的效果还要持续整整2个月。勇哥呢？上班去了，回来就没看见。应该是吧。宁城市的万族危机定性了，只有1级，应该不会波及到阳城。只有1级吗？那晚上就可以出门训练了。晚上公园的人少，你就还是别去了。但你可以去人民广场，那里离政府和联防队都近，安全得很。要我说，咱们楼顶就挺适合，到人民广场还得走夜路，小宁一个孩子多不安全。你懂什么？楼顶就那么点地方，到处都是杂物，黑灯瞎火的伤到小宁怎么办？这2天街上到处都是联防队巡逻，有什么不安全的？婶儿，今天怎么又有妖兽肉呀？还有3个月就高考了，从今天开始，咱们至少得保证你每天有1顿妖兽肉。江宁闻言有些沉默，普通妖兽肉价格同样不菲，每天1顿要花不少钱。这是学校发的奖学金，还有刘老师给的奖励，一共5枚金币。我托梁月月帮忙买入街妖兽肉了，也不知道需要多少钱。奖学金？小宁出息了！买妖兽肉怎么不让我去找梁安明？他总得给我几分面子吧？你的面子值几个钱？叔，我也是在食堂恰巧碰见了梁月月，感谢梁叔叔前天送的妖兽肉，顺带提起的这事儿，他主动说可以帮忙问问，我才托他帮忙的。你们这是干什么？我就是刚刚突然烟瘾犯了。吃饭。小宁，这钱你还是自己收着，马上高考了，需要买什么东西我们也不懂，家里的钱还够用，你就自己留点钱，看需要什么就买什么。人民广场不愧是阳城最繁华的地带，高楼林立，人潮拥挤。让江宁意外的是，广场角落竟然设了专门的高3学生训练处，还有保安维持秩序。这怕是尖子班的顶尖天才，不对，认出来没？
他穿的是普通班的校服啊！佑山，你认识那个男生？一个普通班的学生，但他和其他学生有点不一样。什么不一样？没什么，就是有点奇奇怪怪的。爸，你好不容易休息，说好陪我逛商场的，再不走，一会儿商场可关门了。好，好，好，走走走，这就去调查一下江宁的底细。阳城一中晨练6点半就开始，这家伙难道不睡觉的吗？见江宁收拾东西离开，严佑山鬼使神差地跟了上去。他实在太好奇，这个普通班的少年到底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而另一边，江宁低头看着手里的秒表，满脸欣喜。哪怕没有入阶妖兽肉的加持，今天的速度还是提升了0.1米每秒。可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下了脚步，鼻尖嗅到了一股淡淡的血腥味。第6感疯狂预警，是万族生物。江宁不敢犹豫，立刻调转方向。可跑得越快，血腥味就越浓郁。很明显，对方已经盯上他了。眼看前方就是紫东花园，江宁却猛地停下了脚步。他不能把危险带回家里，连累舒婶和黄勇。他立刻摆出防御姿态，气运丹田怒喝出声，故意把声音喊得极大，希望能引来附近的联防队。何方妖孽，还不速速现身！说谁是妖孽呢？严佑山，别误会，发现你大半夜一个人在狂奔，有点好奇，才跟上来看看。不是，你没有闻到奇怪的味道吗？血腥味儿。血腥味？我最近正在开5窍，除了必要的视觉、听觉，其他的都暂时封闭了。滚开！那啥时候也不早了，我得回家睡觉了。帮我处理一下尸体，谢谢。这玩意儿能不能吃？叔叔在屠宰场上班，肯定知道。这是嗜血巨鼠，我不知道能不能吃，就扛回来让你看看。能吃能吃，简直太能吃了！而且这血族生物的血可是大补。快，小宁，趁热干了。你知道这么一碗血在市面上卖多少钱吗？足足上千枚铜币啊！江宁的胃部像是被塞了一团火炭，他知道必须尽快运转心法，把这些能量转化为气血，否则只会被撑爆。他打了声招呼，就冲进了卧室，在床前扎下马步，把悟道珠含进嘴里，疯狂运转起基础修行法的心法。不知道过了多久，胃部灼热的感觉终于彻底消失，体内的气血充盈到了极致。江宁缓缓收工，睁开眼，心中狂喜不已。上周才刚刚突破小成的基础修行法，此刻竟然隐隐摸到了大成的门槛。小宁可以啊，万族生物都弄死了。不过下次再遇到这种事儿，哪怕弄死了，也要先向联防队备案。这次我已经帮你报备过了。高3、2班的江宁凭借武道实战年级第1的成绩，冲进了阳城一中年级前100。同班的季文斌主动找到他，邀请他组队参加即将开放的阳溪秘境。江宁想要带上好友高超，却被心高气傲的季文斌直言嫌弃，二人当场起了争执。大家都同学3年了，老季是什么性格，大家都清楚，你犯不着跟他生气。对不起，我不该实话实说的。哈，老子就是不想听实话，咋了？好了，大家同学一场，别因为这点事情闹不愉快。就这样，我们3个人组队，门票钱我出3枚金币，老季出5枚，高超出7枚。秘境里获得的所有收益，我们3个人平分。你们看看有没有问题？我没有问题。江哥，你的门票还是我来出吧。不行，我1分钱不出，那不成给你们打工的打手了吗？不就几枚金币，有什么可争的？参加阳溪秘境的提议是我出的，说不让你出钱，就不可能让你出钱。这样，我出7枚，高超出8枚，门票钱就这么定了。好，我同意，2票同意，1票反对，方案通过。江哥，你再反对，那我就不去了。江宁，这是我找到的入阶海兽肉，给你。入阶海兽肉，这很稀有的，谢谢你。我爸说，因为宁城万族危机的原因，屠宰场最近送来了一批入阶妖兽的尸体。我知道你没有手环，怕提前给你也没处放。虽然屠宰场是来了一批入阶妖兽尸体，但份额早就被分配完了。我爸说，这已经是他权限内能拿出来的最大分量了。谢谢你和叔叔了。多少钱？我现在就付给你。500铜币。这次真的太谢谢你了。我爸说了，同学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助。下次还有入阶妖兽肉的话，你能不能再帮我留意一下？啊，我应该还能再帮你带10块这么大的入阶妖兽肉。我爸说，这是海族生物的肉，最好的食用方法是生吃。如果你接受不了生吃的话，也可以稍微煎一下，这样能量流失的最少。可千万别煮熟透了，不然就和普通妖兽肉没什么区别了。生吃吗？好的，谢谢你了。
这就是梁安明女儿帮你带的入阶妖兽肉。听说是海族生物的肉。没错，是海兽的肉，而且是最精华的中腹位置。这么精品的肉，价格不低吧？没事儿，价格高点也没事儿，只要对你修炼有益，花多少钱都值。只不过，这海兽肉和其他妖兽肉可不一样，吃法讲究得很。没等黄文斌细说吃法，江宁就已经把半斤海兽肉清洗干净，尽数吃进了肚子里。生肉带来的庞大能量，瞬间在他体内爆发开来，浑身的气血都在疯狂沸腾。叔婶儿，我就不在家吃晚饭了。他的目的地是阳城最安全的人民广场训练处，只有在这里，他才能毫无顾忌地释放体内的能量，全力修炼。江宁含着能翻倍心法运转效率的悟道珠，开始了疯狂的速度训练，负重折返跑，负重蛙跳，基础修行法的心法在他体内一刻不停运转，将海兽肉的能量最大化，转化为自身实力。整整5个小时过去，深夜11点，江宁才终于停下了训练。提升了0.38米每秒，这应该是肉的品质不同的原因。今天的修炼就到这里吧。婶儿，你怎么还没睡？我明天休息，想到你早上遇见了万族生物，就想着等你回来再睡。没事的，婶婶。宁城这次只是1级万族危机，最强的生物也不过相当于1阶武者，这些强的肯定都被联防队重点盯着，能逃出来的只会是些没入阶的小角色。以我现在的实力，一般没入阶的万族生物说不定还打不过我呢。就算真的遇上入阶的，我靠着速度坚持个2-3分钟，等联防队的人赶来也完全不成问题。张秀英听着江宁的解释，眼里的不安终于消散了几分，回卧室休息去了。江宁回到自己的房间，依旧没有停歇，继续运转心法，消化残余的能量，直到天快亮时，才浅浅睡了2个小时。7天时间转瞬即逝，宁城市的万族危机被彻底控制，阳城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而这7天里，江宁靠着梁月月送来的入阶海兽肉，实力稳步提升，终于迎来了阳溪秘境开放的日子。阳溪秘境是100年前1级万族危机后形成的空间，封闭了整整10年，终于再次开放。秘境只允许未入阶的高3学生和年轻武者进入，每个人最多停留3天，越早进入就越能抢占稀缺的修炼资源。秘境入口早已人山人海，全是阳城各个高中的学生和前来历练的年轻武者。江宁，这里。叔叔好。不错，我听文斌经常提起你，你们还有一个队友呢。不知道。江哥 ，surprise！ 叔叔好。人都到齐了，那我就带你们去报名吧。我让你们事先留的门票呢。季队放心，你吩咐的事我们哪敢忘。11号，季队，每次秘境开放的情况你也知道，上面各个部门都打了招呼要票，我们实在是不好做啊。11号已经很不错了。11号只比1号晚进入10分钟，不耽误什么。我队里还有事，你们就在这里等着秘境开放就可以了。不是吧，江哥，这点时间你都不放过？江宁直接原地扎起马步修炼，季文斌也紧随其后。遇到了2个卷王。半个多小时后，秘境入口的空间通道终于稳定。我一个人，你要一起吗？不好意思，我有队友了。那祝你好运。不是啊，江哥，你和严佑山组队，我们不介意的。江宁，你还和严佑山认识？此事说来话长，那就长话短说。江哥，你是不是忘记了点什么？那天我也在场，你不要告诉我，就这么一件事情，能让严佑山找你组队吧？那他为什么不找我组队？那我就不知道了，可能我长得比较帅吧。哦，原来严佑山喜欢丑的，也就是说，这一切的开始都源于你获得了武道实战第1，这不应该啊。柳公子，到你了。江哥，柳成军又看你干嘛？难不成你和他也认识？不清楚，应该是我比较帅，自卑了吧？妈妈哎，这就是传说中的森林吗？竟然真的长这个样子，我们怎么走？所有人进入秘境后都会被随经传送到不同的位置，我们现在的位置应该是在这里。落山坡，这里有没有我们需要的东西？还有，这里生活的妖兽实力怎么样？落山坡主要是山木林，里面生活着一种妖族生物，名叫真山鼠。这种妖兽实力不强，但是非常敏捷，速度极快，主要攻击手段就是用尾巴射出铁杉木的树叶。落山坡有没有值得我们出手的资源？有，太有了！真山鼠小巧可爱，性格温顺，是很多女性武者最喜欢的宠物，市场价高的离谱，寻常一只品相普通的都能卖5-6千铜币，品相好的甚至能破万。
就算是死的真山鼠，肉质鲜嫩，一斤能卖300铜币，皮毛还能做成饰品。一张品相好的皮毛也能卖上千铜币。至于铁杉木，这不是我们蓝星的植物，而是来自妖族世界。铁杉木的木质坚硬无比，比一般的刀剑还要坚韧，每立方能卖到上万铜币。只不过我们没带砍伐的工具，没法弄。但铁杉木的树叶狭长锋利，是天然的飞针，一根就能卖到20枚铜币，这也是真山鼠用它当武器的原因。阳溪秘境开放了上百年，被无数武者翻来覆去的开发，落山坡的铁杉木早就没剩多少了。更何况，铁杉木生长的地方往往聚集着大量的真山鼠，以我们的实力，贸然闯进去，很可能直接交代在这里。依我看，我们就在外围捡点掉落的铁杉木叶就够了。走吧，先去找一只真山鼠试试水。江哥，快看，那里是不是真山鼠？捕捉真山鼠，常规方法都是用陷阱，可惜我们提前没有准备。没有陷阱不重要，因为我会做。江哥，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高超，把我放在你手环里的食用油给我。江哥，要油干什么？难道我们准备在秘境里做饭？可是我们不才刚刚进来吗？你这是在利用食用油的润滑性，让掉进去的真山鼠没法攀爬出来。陷阱这就做好了。原理是什么？真山鼠闻到坚果的味道就会爬进藤篓里，藤篓本身是平衡的，它一进去就会打破平衡，让藤篓侧翻，重的一端朝下坠落，整个藤篓就会悬空，它在里面根本没法调头。再加上内壁涂了食用油，它就算想倒退着爬出来，也根本抓不住，只能束手就擒。妙呀，江宁，你这个陷阱简直太妙了！哈，我们在秘境里停留的时间只有3天，不可能全部都耗在抓真山鼠上面，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多做一批这样的陷阱，全部布置好，然后先去秘境深处历练，等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再回来收陷阱，一举两得。好，我们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你们帮我去收集一些坚果和藤蔓就行，编藤篓的技术活交给我就好。3人当即分头行动，季文斌和高超去收集藤蔓和坚果，江宁则留在原地编织藤篓陷阱。5个小时过去，江宁足足编好了30多个陷阱，季文斌和高超也满载而归。可高超的胳膊上却多了一道包扎好的伤口。就这样了吧，现在该布置陷阱了。这里明显不是真山鼠的聚集地，我们在这里编了5个小时的藤篓，一共也就看见3只真山鼠，把陷阱摆在这里，恐怕很难抓到。我发现了一片区域，真山鼠特别多。刚才我去采藤蔓，不小心闯进去了，当时对我发动攻击的，估摸着都有10多只。幸好我跑得快，不然就交代在那里了。没事吧？没事，小伤，小伤。看着高超胳膊上的伤口，听着他的描述，江宁和季文斌对视一眼，2人的眼睛瞬间都亮了起来。高超误打误撞闯入的正是真山鼠的核心聚集地，也是他们要找的生长着大量铁杉木的资源核心区。江宁3人藏在杉树枝叶的阴影里，小心翼翼挪到峭壁边，目光齐齐向下望去。峭壁下方生长着通体乌黑的铁杉木，树干坚硬如铁，枝叶茂密如蓬，每一片狭长的叶子都像淬了寒的飞针，在烈日下泛着锋利的寒光。铁杉木及周边的杉树上密密麻麻聚集了上千只真山鼠，它们巴掌大小，动作迅捷，一双双黑亮的眼睛警惕扫视四周，扁平灵活的尾巴是它们最致命的武器。3人此行是来布置提前做好的藤篓陷阱，捕捉真山鼠，换取修炼资源，为即将到来的武道高考积攒更多实力。对，这就是铁杉木。天啦，好多真山鼠！走吧，先去放陷阱。记住，千万不要距离铁杉木太近，否则引起围攻就麻烦了。放心吧，江哥，我可惜命了。3人分头行动，高超和季文斌抓着藤篓陷阱，手脚麻利地爬上旁边的杉树开始布置。江宁则腰间绑着数个藤篓，试探性朝着铁杉木的方向靠近。刚走没2步，他的鞋底就被铁杉木叶片刺穿，还好鞋底够厚没有受伤。他顺势将叶片从鞋底取出，贴身收好，又借着前进的机会捡到了不少散落在地上的铁杉木叶片。这种叶片坚硬锋利，是天然的飞针武器，越靠近铁杉木，林间的真山鼠就越多。这些小家伙非但不怕生，反而歪着脑袋好奇地盯着江宁的动作，越是好奇，江宁的陷阱就越容易奏效。江哥，我们都布置好了，好，我们走。这里不能多待，多待1秒就多一分危险。3人离开真山鼠的核心聚集地，快速汇合后直奔落山坡旁的星露谷。星露谷是3人早就商议好的试炼地点，这里不仅盛产星露草，这种万族植物直接服用就能增强未入阶武者的精神力，市面上1颗就能卖到上万铜币，是完全有价无市的稀缺宝贝。谷里还生活着蛮族生物蛮牛，这种生物力大无穷，成年个体的力量甚至能比肩入阶武者，却动作笨拙，皮糙肉厚，
攻击手段单一，性格温顺，只要不主动招惹，绝不会随意伤人，是最完美的武道实战陪练对象。季文斌的文化课和速度力量等基础科目都已经临近武道高考录取线，按部就班修炼下去，高考大概率能达标。唯独武道实战科目还差得很远。这次秘境之行，他最大的目的就是借着蛮牛提升实战能力。那就是蛮牛吗？好壮！看来我们还是来晚了。外围的蛮牛都被人占了，我们只能往里面再走走。里面的蛮牛会更危险一点，而且不一定能找到落单的。蛮牛是群居生物，就算是入阶武者，也不愿意同时面对5只以上的蛮牛。那怎么办？你总不可能抢他们的蛮牛吧？兄弟，他开玩笑的，你继续。放心吧，等会儿找不到落单的蛮牛，我给你想办法。三人深入星露谷腹地，这里几乎看不到其他前来历练的学生，只有成群的蛮牛悠闲地散布在草地上，啃食青草，偶尔发出几声低沉的猫叫。江宁带着2人爬上一块巨型岩石，站在高处，目光扫过下方的牛群，很快就锁定了一头体型适中的蛮牛。这头蛮牛不算特别强壮，正好适合季文斌练手。唯一的问题正待在牛群的中间位置，贸然冲进牛群引怪和找死没有任何区别。那头怎么样？是挺合适的，但是他在牛群中间啊，我有办法把他勾引过来。你们就看好吧。哎，江哥，没用啊，我扔了10几颗石子，他愣是一点反应都没有。看来这个办法不顶用，蛮牛皮糙肉厚，普通石子根本激不起他的情绪。对了，盐！牛还吃盐吗？没事儿，大不了这几天不做饭了，反正秘境里也待不了多久。来，我给你加点料。有效果，江哥真的成功了。老季，你的牛牛来了。什么叫我的牛牛？你小心一点，蛮牛力大无穷，千万别和他硬碰硬。太兴奋，搞忘记了。操，有钱人，这特效疗伤针一根就要5枚金币，说用就用了。让我先休息一会儿，你们帮我盯着蛮牛，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你看看人家，根本没把刚才的打斗当回事儿，还在悠闲啃草呢。他看着还在悠闲啃食、咸味青草的蛮牛，顿时气不打一处来，自己都快被撞散架了。这头蛮牛却跟没事牛一样，他当即也不休息了，再次朝着蛮牛冲了上去。这次他学聪明了，不再和蛮牛硬碰硬。来得好，得小心一点了。刚才那一尾巴要是打中，你又得废掉一根疗伤针。高超，你要牛牛不要？我？江哥，我什么德行你还不知道吗？这次跟你们来阳溪秘境，我都是当做休假来的。阿超呀，你难道就真的忍心吗？进入秘境前说好的同甘共苦，现在你却忍心眼睁睁地看着我和老纪与凶残的蛮牛搏斗，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而无动于衷？难道就忍心看着我们伤痕累累，一次次跌倒，却又一次次强撑着痛苦爬起？江哥，不用说了，做兄弟在心中。去，帮我找一只蛮牛来，我和他拼了！阿超，这是我为你精心挑选的牛牛，你可得联系一点。江哥，我去了。此去一别。停，不就是找头蛮牛陪练，搞得跟上战场赴死一样？不是，你什么意思？居然敢无视我！既然如此，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不是，这头是什么做的？怎么这么硬？江宁站在岩石上，确认2人都没有危险后，彻底放下心来，同时也陷入了思索。对拥有海克斯强化的他而言，实战经验对高考成绩的提升非常有限，想要在入阶生物手下坚持更久，核心还是提升自身身体素质。而提升身体素质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搞钱买更多的入阶妖兽肉。星露谷深处的星露草，就是眼下最好的机会。不仅能卖高价换修炼资源，还能直接服用弥补自己精神力的短板。看来还是搞钱更靠谱。星露草株高10到15厘米，自带青灰，茎秆纤细如银线，表面布有细密的星芒状绒毛。可江宁在谷中找了许久，入目之处除了蛮牛就是各种各样的杂草，连一棵符合描述的星露草都没看见。傻牛，住嘴啊！不好意思，抢了你的草。
江宁瞬间陷入了绝境，根本没有逃跑的路线，只能后背紧紧贴在石壁上。眼看蛮牛越来越近，那双牛角在夕阳下闪着致命的寒光。江宁在蛮牛撞来的前一秒腾空跃起，险之又险地躲开了冲撞。蛮牛的牛角狠狠撞在了石壁上，坚硬的石壁如同豆腐一般被撞出2个巨大的窟窿。空中的江宁借着反作用力，精准抓住了崖壁上的岩石凸起，整个人悬挂在了半空之中。可这头蛮牛的智商远超普通同类，非但没有离开，反而卧在原地和江宁打起了持久战。江宁在崖壁上轮换了好几次手臂，以他的身体素质再坚持10几个小时完全不成问题。可他的食物和水都在高超和季文斌的手环里，再耗下去先撑不住的只会是他。不就是抢了你一根草吗？至于这么死盯着我吗？唉，算了，先疗伤吧。还好没有骨折，不然这基础疗伤针还真不一定管用。不行，我恐怕熬不过他。他饿了能就地吃草，我却什么吃的都没有。啊，盐，对了，盐。蛮牛对盐水的渴望远超星露草，还得下去一趟，必须拿到那个矿泉水瓶。江宁借着蛮牛低头吃草的机会，松开手从崖壁上跳了下来，成功拿到了之前扔掉的矿泉水瓶，又在蛮牛的追击下再次攀回了崖壁之上。蛮牛尝到盐味后，瞬间将星露草抛到了脑后，对盐水的渴望彻底压过了怒火。江宁用一瓶盐水成功换来了离开的机会，更是连说带比划折腾了半天，和蛮牛达成了约定，一颗星露草换一瓶盐水。夜色如墨，繁星满天，江宁沿着原路回到了星露谷外围的巨石旁。谁？是我。你去哪儿了？我们结束对战后就没看到你的人影。本来想去找你，可半天的高强度对战，早就累得筋疲力尽了。我去星露谷深处看了看，看看这是不是星露草，还真让你找到了。没错，就是星露草，和图鉴上描述的一模一样。放你手环吧，出去一起卖了钱，我们再平分。不行，这是你一个人找到的，不用给我们分。进来前我们说好的，是3个人共同获得的收益平分，不是我和高超来平分你独自获得的收益。如果你非要分给我们，那我和高超下午精进的实力，增加的战斗经验，是不是也属于收益？也应该分给你一点。你说说看，这些东西该怎么分？我觉得老纪说的很对，江宁，就这样说好了，这株星露草是你的，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放在手环里保管，但如果你决定自用，我的建议是趁早服用这些天才地宝。离开土壤后，药效都会慢慢流失，就算用玉盒装着，效果也不如刚采到的时候。唉，那这颗我就自己吃了。但后面获得的星露草，你们必须答应我平分，后面的事儿后面再说。江宁，抱心守一，放空识海。这星露草还会使阴招，先给甜头再下狠手。老纪，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别瞎说，我也只是刚刚才想起，要告诉你的时候就已经晚了，怕打扰你炼化才没说。星露草对武者精神力的增益是因人而异的。曾经有高中生凭借一株星露草，在精神力测试中多坚持了10秒，也有高中生吃了3株才多坚持3秒。另外，3株是服用星露草的上限，后续就算是继续服用，对精神力也不会再有半分增加了。差距这么大吗？叽里咕噜。高超，醒醒，太阳都晒屁股了，你的牛都起床吃草了，还在睡。江哥，你回来了，吃早饭吧，吃完早点修炼，不然等会儿蛮牛跑了，还得重新去勾引。今天你们和我一起去星露谷深处做庄生意，等回来了，我再给你们重新勾引蛮牛。生意？什么生意？秘境里还能做生意？难不成和这群蛮牛做？等你们去了就知道了。我不信，秘境中还能做生意。好了，出发吧。昨晚和我约定的那头蛮牛，恐怕已经找了一晚上的星露草，我们越早去越好。3人很快收拾好行装，跟着江宁朝着星露谷深处快步走去。一路上林间的风带着青草的气息，却几乎看不到半头蛮牛的身影。和昨天遍地蛮牛的景象截然不同。赶路整整1个小时后，3人终于抵达了星露谷最深处。入眼的景象让他们瞬间愣在原地，整个星露谷的蛮牛竟然全都聚集在了这里，足足有上百头之多。
更让他们震惊的是，这些平日里慢悠悠啃草的蛮牛，此刻一个个东奔西走，低着头在草丛里翻找着什么，看起来格外焦急。江宁也有些摸不着头脑，站在原地暗自思索，眼前的情况会不会影响他和那头蛮牛的交易？就在这时，牛群最深处那头和江宁做交易的硕大蛮牛突然抬起了脑袋，隔着密密麻麻的牛群，一眼就锁定了江宁三人的身影，顿时发出一声兴奋的吼叫，紧接着便低下头，用牛角挤开身前的牛群，朝着江宁狂奔而来。而在他身后，一头又一头的蛮牛也浩浩荡荡地跟着他的脚步，朝着三人冲了过来，地面都随着牛群的奔跑微微震动。我操，牛群暴动了！江哥、老纪，快跑！有什么问题，我们等会儿再想行吗？你们看，新露草，他们嘴里全是新露草，这就是我和你们说的那桩生意，请叫我商业天才老高盐。1颗新露草，1瓶盐水，想要的都跟我来！一个个排好队啊！高超、老纪，愣着干嘛？快来帮忙！好好，我们这就来。他迈步走到牛群前，轻轻挤压水瓶，混着盐的水流均匀洒向牛群，同时按照昨天和蛮牛沟通的经验，连说带比划的定下交易规则。牛群里的蛮牛们纷纷扬着脑袋，用舌头舔舐着唇边的盐水，流眼里瞬间亮起了耀眼的光，咸咸的盐味正是他们在秘境里最稀缺最渴望的东西。江宁见所有蛮牛都尝到了盐味，便转身朝着星露谷中央的小河走去。上百头蛮牛等着交易，季文斌手环里的矿泉水根本不够用，只能就地取河水调配盐水。老纪，你负责收新露草，登记好每一头蛮牛的数量。高超，你负责帮蛮牛给草地上撒盐水，记得撒得均匀一点，一定要让他们感觉到物超所值。我就守在这里，负责制作盐水瓶。来来来，想要换盐水的都上前登记。拿好这个纸条，然后你去找他。江宁，全部收完了。第一批数十头蛮牛的登记都做完了，一共是117颗新露草，足足价值上百万铜币。你是怎么做到的？哈哈，我原本只想着和那头领头的蛮牛做交易，预计能拿到3、5株就不错了。谁能想到蛮牛之间竟然还会互相沟通？仅仅半个晚上，1颗星露草换1瓶盐水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星露谷的牛群。江哥，我忙不过来了，撒不完，根本撒不完啊！后面排队的蛮牛还有乌泱泱一大片。老纪，你收完手里的就去帮他。好，我这就来。盐用光了，袋子我都用水涮过3遍了，可还是没有盐了。我把星露草退给他们吧，人家毕竟排了这么久的队，不能让他们白等。不行，对不起，盐用完了，改天我托人带进来可以吗？感谢。这就谈拢了？你竟然真的能和蛮牛无障碍沟通啊！江哥，你简直太牛逼了！用1包才1枚铜币的盐，换来了价值上百万的新露草，这操作直接封神了！你这都夸一路了，我耳朵都快生茧了。那还不是你牛逼？等会儿找个安全的地方，每个人先把3株新露草吃了。新露草就算放在手环的密闭空间里，药效也会慢慢流逝，趁早服用效果最好。没错，我手环里还有没放进玉盒的新露草，现在就分给你们。一路上高超的嘴就没停过，竖着大拇指对着江宁疯狂夸赞。季文斌也彻底被江宁的操作折服，之前那点少年傲气早就荡然无存，眼里只剩下满满的敬佩。根据联邦的天才地宝典籍记载，3株是服用新露草的上限，后续就算再吃，对精神力也不会再有半分增益。高超早就迫不及待，一把接过星露草就跳上了石台，用水简单冲洗了一下星露草根部的泥土，直接就扔进了嘴里咽了下去。江宁和季文斌刚爬上石台，看着已经闭目等待药效发作的高超，突然对视一眼，都想起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他们忘了提醒高超，星露草会先以温和药效麻痹服用者，再突然带来撕裂石海般的剧烈剧痛，可此时再提醒已经晚了。妈妈耶，这是什么鬼东西？疼死我了！江哥，老实回答我，你们是不是早就知道新露草会搞突然袭击？我就知道，你们2个老六合起伙来坑我。那啥，我们也没想到你的动作那么快，还没来得及提醒你就吃下去了。你忘了，昨晚我哀嚎的时候，老纪替熟睡中的你捂住了耳朵，我们还以为你知道呢。我就知道，好了好了，别演了。我们进入秘境已经1天半了，接下来的1天半我们怎么安排？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这是什么光？这至少是王级的天才地宝出世，也唯有王级天才地宝出世才会引发这样的天地异象。可阳溪秘境只是1级秘境，怎么会存在王级天才地宝？王级天才地宝，这竟然是王级天才地宝！一道耀眼的青光从远处的山林间冲天而起，瞬间席卷了半个天空，连天上的流云都被染成了青金色。王级天才地宝出世的天地异象席卷了整个阳溪秘境，秘境里的每一个武者都清晰地看到了那道震撼的青光。根据联邦发布的天才地宝统一规范，
凡能作用于某一级武者的天才地宝，便以该武者等级命名。仅能作用于未入阶武者的星露草，只是最低级的未入阶天才地宝。能对入阶武者起作用的是者级天才地宝，而能对武王级强者产生增益的，才是传说中的王级天才地宝。更重要的是，根据联邦秘境管理办法，1级秘境仅允许未入阶武者进入，这也就意味着秘境里所有的高中生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所有人都有机会争夺这件王级天才地宝。面对能一步登天的至宝，没有任何人能保持冷静。青光刚刚落下，秘境里的所有人都瞬间放下了手中的事，疯了一般朝着青光出世的方向奔袭而去。江宁3人自然也不例外，脚下生风，朝着星露谷外疾驰而去。路上原本和蛮牛对练的武者早已不见踪影，只留下一头头被打断陪练的蛮牛，瘫在草地上，生无可恋地看着空荡荡的四周。明月湖，王级天才地宝的出世地在明月湖，就在整个阳西秘境的正中央。明月湖里有什么？不清楚，但我爸说过，明月湖相当危险，千万不要靠近。我好像知道一些。进入秘境前，我爸找过很多进入过阳西秘境的武者打探消息，说明月湖里有碎骨食人鱼、惊涛巨蟒、幻毒水蛇，还有很多未知的万族生物。碎骨食人鱼，水族生物，拥有恐怖的咬合力，能够轻易粉碎未入阶武者的骨肉，而且经常成群结队出现，极度危险。遇见者请迅速远离。惊涛巨蟒，妖族生物，成年后体型可长达15米，重为千公斤，缠绕力惊人。爆发力惊人，遇见者需小心应对。幻毒水蛇，水族生物，长0.5米，重0.3公斤，体型娇小，身负可变花纹，极善隐藏，但毒性凶猛，释放毒素可以让方圆5米内生物产生严重幻觉，有致死风险。那我们还去吗？去，为什么不去？那可是王级天才地宝，就算不下水，去看上一眼也是好的。更何况这次进入秘境的足有500人，更有严佑山、柳成军这种准武者级别的天骄，他们肯定会冲在前面，替我们扫清大部分障碍。我也觉得可以去看看，这可是王级天才地宝，普通武者甚至一辈子都未必能见上一次。现在机会就在面前，临阵退缩实在说不过去。行吧，那我们走。3人一路脚下生风，朝着明月湖的方向全速赶去。越靠近明月湖，路上遇到的武者就越多，全都是朝着异向方向赶去的高中生。等他们抵达明月湖边的高地时，这里早已人满为患，乌泱泱的全是赶来的武者，耳边全是嘈杂的交谈声。明月湖是阳西秘境唯一用红色字体标注的极度危险区域，水域面积占据了整个秘境的1/5，湖水墨绿深不见底。湖中央有一座半个足球场大小的小岛，此刻小岛上青光四溢，连天空中的云彩都幻化成了各种祥瑞之形。毫无疑问，所有人都心心念念的王级天才地宝就在这座湖心岛上，可在场的数百名武者却无一人敢轻举妄动，因为小岛四周的水域里早已围满了被天才地宝吸引而来的万族生物，体型巨大的惊涛巨蟒，成群结队在水里穿梭的碎骨食人鱼，磨盘大小的毒蛤蟆，巨钳如同铁塔般的烈士鳌虾，还有无数藏匿在礁石和水草间的未知生物，组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死亡防线。想要登上湖心岛，必须先闯过这道生死关。江宁、季文斌、梁月月，你们也在啊？正好，大家都是同学，我们可以组成联盟，一起争夺王级天才地宝。可以，联盟可以，组队也可以，但我们需要一个队长，所有人的所有行动必须都听从指挥。江宁，你来当队长吧。太好了，我们都听江队长的。这些个万族生物可都不是善茬。严大小姐，不如我们组队，王级天才地宝一人一半如何？快艇！严佑山竟然准备了快艇！他竟然提前在手环里放了快艇！我们也走吧，老季，把你准备的东西也快点拿出来吧。再晚一会儿，王级天才地宝就彻底和我们无缘了。我准备的东西我也没有准备啊，我爸也没告诉我这次秘境里会有天才地宝出世，只一个劲儿叮嘱我，明月湖极度危险，千万别靠近。我明白了，季叔叔应该是觉得你实力太菜，所以才没告诉你。那我们还去不去湖心岛？不去了，没有准备，我们去了也只是送死，毫无意义。那你们怎么打算？我想在这里看看，观摩这些天骄和万族生物的战斗，对提升实战经验有很大的帮助。你们如果还有其他的事，可以先去忙，我想继续探索一下秘境。我也是。月月，要不你还是留下和江宁他们在一块儿吧，也安全一点。江队长，月月可就拜托你了，你可一定要把我们家月月安全的、完好无损的带出秘境哦。放心吧，大家都是同学，就算你们不说，我也会保护他的。谢谢你，江宁。我操，严佑山这也太牛逼了吧！天啊！江宁和梁月月立刻顺着高超的惊呼，朝着湖心岛的方向看去，瞬间倒吸一口凉气。严佑山的快艇已经冲破了外围水域，
抵达了湖心岛附近，可一尊体长10几米的庞然大物正好跟在他的快艇前，拦住了所有去路。正是秘境里凶名赫赫的惊涛巨蟒。惊涛巨蟒高高昂着漆黑的脑袋，冰冷的树丛里满是毫不掩饰的杀意。它的尾巴轻轻搅动水面，便掀起了阵阵数米高的巨浪，让严佑山的快艇在水面上如同狂风中的落叶般剧烈颠簸。而此刻，快艇上的严佑山已然长剑出鞘，剑身反射的凛冽寒光中，清晰地映照出了水下正朝着快艇飞速袭来的蛇尾。临近湖心，大战一触即发。这里是未入阶武者的顶级试炼场，波涛汹涌的湖面上，一艘钢铁快艇正如同狂风中的落叶般剧烈摇晃。严佑山立于船头，他的眼神冷冽如刃，手中长剑寒芒闪烁，那是阳城第一天骄的骄傲与杀气。而在他面前，是一尊沉睡千年的深湖霸主惊涛巨蟒。这头巨兽身长数10米，覆满青黑色的厚重鳞甲，每一枚鳞片都闪烁着冰冷的金属光泽。它是力量与防御的化身，是阻挡在所有寻宝者面前的死神壁垒。严佑山足尖猛地踏在快艇甲板上，钢铁发出一声不堪重负的呻吟，他的身形化作一道流光，如同离弦之箭般冲天而起。几乎就在他腾空的刹那，轰隆一声巨响，震耳欲聋的爆响声直接撕裂了平静的湖面，漫天水幕遮天蔽日。一条粗壮如古树的蛇尾破开重重波浪，带着破空声与万钧之力狠狠砸向快艇。那一击足以拍碎城墙，钢铁栏杆在触及蛇尾的瞬间就如同橡皮泥一般扭曲，整艘快艇像一个被大摆锤击中的充气玩具。严佑山却在空中凌空微踏，手腕轻抖。惊涛巨蟒，看你能不能挡住这一剑。那柄清秀的长剑撕穿密布的水雾，距离惊涛巨蟒那巨大的树丛仅有咫尺之遥。巨蟒发出一声惊悚的低鸣，他那本能的战斗直觉让他迅速鼻眼白头，庞大的身躯猛然一卷，将最厚实的层层鳞片挡在了剑锋之前。清脆的金铁交鸣之音在湖心回荡，火星四溅。严佑山的长剑砍在鳞片上，竟然只留下了几道淡淡的白痕，甚至没能割开那层皮。这恐怖的防御力让岸边观战的众人无不倒吸一口冷气。这防御力简直是不讲道理，那是未入阶妖兽该有的硬度吗？老纪，严佑山的长剑可是精品级，竟然连皮都划不破，这就是惊涛巨蟒，力量与防御的结合体。严佑山这下麻烦大了，如果不找出弱点，他会被耗死在水面上。江哥别急，你看严佑山的眼神，他根本没当回事儿。哼，这种程度的防御就想让我退缩吗？太天真了。既然刺不穿，那我就一片片把它挑下来。看好了，给我起！严佑山身形在空中一个华丽的翻转，他手腕翻转，改刺为挑，渐渐精准地嵌入惊涛巨蟒鳞片的缝隙之下。他膝盖微抬，顶住手腕作为支点，全身内劲汇聚于一点，用力一撬，咔嚓一声，一片巨大的青黑蛇鳞被生生掀飞，露出了下方狰狞鲜红的血肉。巨蟒痛得疯狂扭动，严佑山却没有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抬剑便是一击中刺，从血肉缺失处狠狠扎入，暗红色的鲜血如同喷泉般汩汩涌出，瞬间将周围的湖水染成了一片血色。叫也没用，你的鳞甲护不住你，下一片就是你的心口。惊涛巨蟒吃痛发狂，他那庞大的身躯在湖中剧烈翻滚，搅动的湖水如同沸腾一般，巨浪一波接着一波撞击着严佑山，严佑山却如履平地，双脚死死系附在蛇身之上，长剑再次对准了下一处缝隙。惊涛巨蟒感觉到了死亡的威胁，他又惊又怕又怒，猛地将那颗硕大的头颅高高抬起，猩红的树瞳死死锁定了严佑山。他猛地张开血盆大口，露出了惨白的尖牙与滴落的毒液，那股浓郁的腥臭味让严佑山眉头微蹙。他迅速封闭鼻窍，身形在蛇背上纹丝不动。惊涛巨蟒见猎物竟然不躲，蛇眸中闪过一抹人性化的喜悦与残忍，他猛地咬下，企图将这个弱小的人类咬碎成渣。岸边的江宁看着这一幕，却是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摇了摇头。这条蠢蛇这辈子算是到头了。哼，老纪，怎么说？这巨蟒咬合力恐怕有几千斤吧？江宁，万族生物图鉴你白读了。惊涛巨蟒最强的是缠绕，是能在瞬间勒断钢铁的爆发力。只要他缠住严佑山，哪怕是入阶武者也得脱层皮。但他现在在干什么？他竟然学着鳄鱼去咬人！既然你自己想不开，那我就成全你。惊涛巨蟒不过如此，这湖心岛我上定了。卧槽，暴殄天物啊！严佑山你真是个败家子啊！2000斤的肉啊！老纪你帮我算算，1斤未入阶妖兽肉100铜币，这2000斤就是20万，20万啊！这就喂了鱼了，你快别算了。
我听着都心疼。严家是有多富裕，连这种捡钱的机会都不要。老季，都怪你没带船，否则咱们跟着去捡漏，今天晚上就能阳城会所嫩模了。滚！我爸没说这水里有这么多东西，我能怎么办？我也很绝望啊。临近湖心岛，这片被浓雾笼罩的神秘土地上，并非只有严佑山一人。阳城纨绔柳成军正带着2位贴身侍女步步逼近，前方一只磨盘大小的血色蛤蟆拦住了去路。那蛤蟆背后满是剧毒脓泡，喷出的毒烟将周围的草木瞬间腐蚀。这种货色也敢挡路？你去解决他，别耽误正事。是，少爷。区区未入阶妖兽，3招之内我必斩他。这种垃圾货色甚至不配被收进手环。而此刻，严佑山已经来到了岛屿的最中心。九窍雪玉莲，晶如雪玉，质地晶莹，这股浓郁的灵气绝对是王级天才地宝。这可是能拓展经脉、疏通拥堵的圣物。一旦踏入武王境界，这每一颗莲子都代表着一个小等阶的跨越。这种稀有程度甚至超过了绝大多数防御类宝物，一定要拿走它。只要有了它，我进入顶尖9大的门票就稳了。严佑山深吸一口气，冰山般的脸上难得露出一丝激动的红晕。他伸出手掌，指尖刚刚触及那冰凉沁人的莲晶，一股刺骨的危险感陡然从眉心升起，那是武者对于死亡的本能预警。谁敢在暗处偷袭？严大小姐，吃独食可不是什么好习惯，见者有份，这可是江湖规矩，你说对不对？柳成军，你这只会躲在女人身后的废物，也敢来阻我？呵呵，我不仅要阻你，我还要分一杯羹。此等天才地宝，你要是想独吞，就算我答应，那邱浩仓答应吗？阳城七中的向天东和刘振宇答应吗？你拿他们来压我，柳成军。不是压你，是陈述事实。邱浩仓可是省城转来的猛人，为了这宝贝连生源地都不要了。你觉得你能带得走他吗？不如你我联手，莲子你五我四，咱们阳城人自己消化，总好过便宜外人。你觉得呢？我拒绝。柳成军，你这种人渣想跟我合作，简直是做梦。拿到了，柳成军，看招！一旁的叶红身形如鬼魅般掠至，长剑带起森森寒气直取严佑山的手臂。严佑山空中转体，动作优美，却充满了爆发力，一脚重重蹬在叶红的剑身上，随后一个横扫踢在叶红的软肋，将这位娇柔的侍女直接踢得横飞出去。柳成军，管好你的狗，否则下次我就不只是踢一脚了。严大小姐还真是暴力。叶青叶红，你们没事吧？没事，少爷，我们是自愿服侍您的，求少爷别怪罪。自愿，少在这里演戏了。叶青叶红，你们本是阳城七中的天才，前途一片大好，非要跟着这个畜生。你还是多担心你自己吧。调查局的人下不来，这里就是我的地盘。向天东，连你们也要拦我吗？严佑山，我们不想和你动手，但王级天才地宝谁都想要，交出来，我们让你离开。我想离开，不需要任何人允许。谁想挡，那就试一试我的剑。王级天才地宝是我的，都是我的，谁敢动，我砸碎谁的脑袋！又是这个怪胎。严大小姐，在场这么多男人，没一个有胆子的。最后还是得老子亲自动手。王级天才地宝交给我，你就可以滚了，否则老子的瓮金锤可不认识你是阳城第一美女。省城来的天才就只会动嘴皮子吗？这种力量，你竟然达到了1580公斤的满分极限。果然阳城一个能打的都没有，连你也就这点水平。既然你带不走他，那就留下来吧，看老子第二锤！接我一锤！你是入阶武者吗？为什么速度也这么快？是不是入阶？你跟我回去练练不就知道了。
拿来吧你！老纪，这把剑借我。这可是黄阶下品灵器，你拿什么还？我的速度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水平了。老纪，相信我这一次。严小姐，那天凌晨的救命之恩，今天我还你。哪来的跳梁小卒，滚开！想保存实力，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命了。你的右臂归我了，看剑！黄雀之后还有猎人，严佑山，交出东西，你走不了了。既然大家都想要，那就谁也别想完整得到，给我碎！不，住手！原本的联盟瞬间崩塌，所有天骄像疯了一样扑进土里开始挖掘，而严佑山和江宁的身影早已悄无声息地没入夜色，消失在秘境的深处。江宁与严佑山已经全速奔逃了许久，身后的喊杀声终于被层层叠叠的枝叶隔绝。这一场阳城天骄的乱斗暂时画上了休止符。秘境密林深处，空气中弥漫着尚未散去的硝烟与草木焦灼的气息。真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快！比起严大小姐，我这还差得远呢。你要是再不跑，我就得躺在那给邱浩仓当垫背了。22.58，那是你月考的速度。严大小姐对我关注挺多啊，连这数字都记得。但刚才你的速度绝对不止这个数，你藏得很深。哪有，生死关头潜力爆发而已。要是慢一点，明年的今天你就得给我上坟了。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我，想超过我，你还要再加油。严大小姐，你这安慰人的方式还真是独特。拿着，这是你的。给我的？严大小姐，你没开玩笑吧？有什么问题吗？这可是王级天才地宝，外面那些人为了他连命都不要了，我根本没帮上多大忙。这东西太贵重了，我拿了怕睡不着觉。我们一起抢到的，一人一半，天经地义，拿着。不然你拿什么超过我？这该死的自尊心。行吧，既然严大小姐这么大方，那我就却之不恭了。我的建议是，最好就在这秘境里服下它。现在，在这种荒山野岭，出了秘境，盯上这东西的人可就不只是这群学生了。武王级的强者可不会跟你讲什么联邦法律，那时候麻烦才是真的大。行，听你的。但我还是得问一句，这玩意儿怎么吃？要不要洗洗，或者配点什么药？直接吃，效果吞下去就知道了。在这荒郊野外，就这么当着我的面直接开始修炼，难道就不怕我动什么坏心思吗？哇，好硬！既然咬不动，那就直接生吞吧。莲子顺着食道滑入胃部的瞬间，一股如岩浆爆发般的炽热能量瞬间炸开。江宁只觉得自己的腹部仿佛被塞进了一个小太阳，磅礴的力量瞬间席卷全身，原本沉寂的气血被疯狂调动，如同一头受惊的野龙在经脉中横冲直撞。好热，这感觉不对劲，气血都在往幽门冲，难道他是要强制开脉？一声只有江宁能听见的清脆碎裂声在脑海中响起，幽门穴被那股蛮横的力量瞬间撞开，滚烫的能量不由分说地闯入了一条名为冲脉的经脉。开拓经脉的痛楚是持续且真实的，那根本不是在温养，而是在暴力强拆。江宁的脸部瞬间扭曲，豆大的汗珠如同雨点般滚落，打湿了身下的土地。经脉每被拓宽一分，那股力量就像是用烧红的铁钳在体内狠狠捅了一下，反反复复，永无止境。操，有点痛，这哪是吃宝贝，这简直是在上刑！撑住，不能昏过去！经脉给我开啊！不知过了多久，当最后一丝躁动的力量归于平静，江宁虚脱地躺在泥地上，整个人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但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的感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一种从未体验过的上帝视角。他能看清自己心脏的跳动，能看见血液在经脉中奔流的速度，甚至能看见肾脏里的一颗细小结石。这就是入阶武者才拥有的专属异能内视。而在他的身体中轴线上，那条原本细如发丝的冲脉，此刻竟然变得如同筷子般粗壮，散发着淡淡的血色神华。我竟然能内视了，这颗心跳的真有劲儿。还有这经脉竟然变得这么宽，简直是鸟枪换炮。醒了，运气不错嘛。严小姐，叫我名字就行，严佑山。你刚才说这开拓经脉是看运气的？没错，有人吃了9颗也开不了一条主脉，你开的是哪条？是冲脉。冲脉，运气确实逆天。我开的是督脉，论爆发力，咱们以后可能要成为同龄人的噩梦了。奇经八脉对武者的加持是固定的比例，原本越强的人增幅就越恐怖，而在八脉之中，任督最强，冲带次之。
有钱人万岁！上去试试，看看你的冲脉到底加了多少。这仪器我连见都没见过，既然如此，我就不客气了。25.88，卧槽，提升了3.35米每秒！这数据我能进重点武道大学了。也就那样吧，毕竟你是冲脉加持15%的固定比例，底子越厚，加成越狠。看好了，我的数据才是真正的极限。35.32，你入阶了吧？并没有，我只是底子比你厚一点，所以同样的比例，我的上限更高。你这属于打击报复啊！废话少说，测测力量。555，涨了。开摆规则竟然对经脉强化失效了。江宁，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严重偏科？以你的气血和速度，力量怎么也该上900公斤才对。你这身体构造简直不符合常理。下午打得太凶，肌肉拉伤还没好，状态不在线。拿着，我不喜欢欠别人的。严小姐，这也太贵了，我真不能要了。严佑山，这药我真不能拿了，已经拿了你1颗莲子了。让你拿着就拿着，药是给人用的，不是放着生锈的。废话真多。严佑山，这个给你，这叫悟道珠，把它含在嘴里运行心法，效率能直接翻倍。翻倍？你确定？哪怕是最顶级的聚灵阵，也只能提升30%效率。试试不就知道了。不过先说好，先洗洗再用。这东西太贵重了，等我突破武者后一定会还你。这段时间算我租的，这些金币你先拿着，不准推辞，否则我现在就杀了你。严大富婆，你这给钱的速度也太快了。严佑山重新闭目修炼，江宁看着他的背影，默默将金币装入口袋，心中暗暗发誓，这份人情日后必还。我走了。不跟我一起去落山坡吗？我的目标已经达成，没必要在秘境浪费时间。阳城见吧，江宁。严佑山的身形消失在密林尽头，江宁整理好装备，朝着与高超约定的地点疾驰而去。然而他并不知道，此时的落山坡正上演着一出肮脏的戏码。季文斌、高超和梁月月被3名穿着3重校服的尖子生团团围住，地上的陷阱被踩得稀烂，藤楼里的真山鼠已经被抢夺一空。阳城1中普通班的废物也配在这里设陷阱？高超是吧？听名字挺耳熟，但在我这儿你连根毛都不算。放开我！你个生儿子没屁眼的杂碎，那是江哥忙活了一下午的东西。江哥，他在哪儿呢？叫他出来啊！叫出来，我连他一块儿打。几位同学，真山鼠给你们，放我们走。这柄精品长剑值10个金币，赔给你们，行吗？季文斌强忍着屈辱递出长剑，那是他唯一的保命底牌。长脸少年接过剑，掂了掂，嘴角却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他并不满足于这几柄武器，他盯着季文斌3人的手环，那里藏着昨天在星露谷收获的上百根星露草，那是价值100万的巨款，足以让任何一个高中生滋生杀心。一把剑就想打发我，把手环全部摘下来，然后跪下给我磕3个头，否则今天你们一个也走不了。你别太过分，我爸是联防支队的季副队长，你杀了我，在阳城绝没活路。联防支队副队长，哎呀，我好怕。既然如此，那更不能留活口了。尸体往胶囊窝里一扔，谁能知道是我干的？死吧！就在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刹那，一道如极光般的剑影划破虚空。想动我兄弟，问过我的剑了吗？什么人？要你命的人。江宁横剑立于季文斌身前，周身气血在冲脉的加持下几乎透体而出，那恐怖的压迫感让长脸少年脸色巨变。江宁没有废话，身形一动便消失在原地。下一秒，长脸少年的惨叫声响彻林间，他的右臂被生生斩断，鲜血如泉涌。剩下2名3中学生吓得屁滚尿流，连滚带爬地钻入林间。江哥，你太牛逼了！别废话了，收拾东西，咱们该去发财了。阳城最大的贸易中心，名为万宝阁的交易所内，江宁将上百根星露草和从各种妖兽身上采集的材料全部倒在柜台上，那一抹抹璀璨的灵光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交易所的主管甚至被惊动，一路小跑来到柜台前，经过长达1个小时的精细核算，主管的手都在微微发抖。加上这些3阶妖兽的材料，总110万金币。您确定现在就要兑换成金票吗？全对了，顺便帮我换成不记名金卡。100万，江宁，咱们发财了！发财了！我们真的发财了！我操，江哥，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零。
江宁接过那张沉甸甸的纯金卡片，感受着上面流转的阵法波动，嘴角终于露出一抹如释重负的笑意。江宁提着装满天才地宝的篮子走出奇珍阁，低头看了看空空如也的钱袋，忍不住苦笑一声。上午还是手握100万铜币的新晋富豪，短短一个下午就彻底变回了身无分文的穷光蛋。这花钱的速度比他修炼速度长得都快。钱花出去了才叫资源，放在手环里不过是一堆没用的金属。在这个世界，实力决定一切。这话倒是没错，在这个以武为尊的世界，唯有自身的实力才是根本。他花出去的每一枚金币，最终都会转化为他武道之路上的基石。这笔买卖怎么算都不亏。谢了，今天要是没你，我肯定得被那些商贩坑死。你帮我挡下了那些争抢莲子的天骄，又借我悟道珠，我帮你这点忙，算不得什么。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武道高考前，我会在家闭关突破，就不出来了。高考考场，我等你。看着严佑山登上造型科幻的私人飞船，消失在天际线，江宁这才提着篮子，转身坐上了回家的公交车。车窗外，夕阳染红了半边天，江宁的心里却已经定下了目标，他要在武道高考的考场上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让所有人都记住他江宁的名字。回到紫东花园的家，婶婶张秀英和叔叔黄文斌早就做好了一桌子饭菜，正坐在餐桌前等着他。这个家给了前世孤苦伶仃的江宁从未有过的温暖，也成了他拼命修炼想要守护的港湾。回来啦，快洗手吃饭。婶婶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还有炖了一下午的妖兽骨汤，好好补补。谢谢婶婶。小宁，下午去商场都买了什么好东西？快跟我说说。也没什么，就是买了些修炼用的天才地宝，还有一本修炼心法，顺便换了个新手环。花得对，就该花在修炼上。只要能让你考上好的武道大学，别说100万，就算砸锅卖铁，我们也愿意。小宁，你别有压力，好好修炼就行，家里不用你操心。江宁看着眼前的一家三口，鼻尖微微发酸，重重地点了点头。前世他孤苦伶仃，无依无靠，这辈子能有这样温暖的家人，是他最大的幸运。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考上顶尖的武道大学，让家人过上最好的生活，再也不用为了生计奔波。江宁回到了自己的卧室，反锁上门，目光落在了桌上的黄金屋阅读器上。屏幕上“涅槃战诀”5个大字静静躺着，仿佛蕴藏着无穷的奥秘。这门被所有人视为废绝的功法，却成了江宁逆天改命的最大底牌。他深吸一口气，指尖轻点屏幕，签署的保密协议瞬间生效，阅读器完成了虹膜与指纹的双重绑定，只有他本人能够打开。下一秒，密密麻麻的文字涌入了江宁的脑海。和其他技法不同，涅槃战诀并非单纯的攻击或防御技法，而是一门极其特殊的断体心法。它不走寻常路，不追求通过锤炼筋骨提升肉身力量，反而以气血为引，以经脉为渠，在不提升基础力量的前提下，不断打磨武者对气血的掌控力，激发肉身的潜能，让每一丝气血都能发挥出10倍、100倍的威力。更逆天的是，这门战诀修炼到极致，能在战斗中进入涅槃状态，气血生生不息，越战越勇，哪怕身受重伤，也能瞬间爆发出远超平时的战力，如同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而他最苛刻的修炼条件，修炼至小成前，基础力量不得有半分增长，否则便会经脉寸断，走火入魔。对于别人来说是九死一生的死局，对于江宁而言却是量身定做的天堂。他的开摆天赋已经锁死了未来3个月的基础力量，无论他怎么修炼，基础力量都不会有半分提升。这意味着他完全不用担心修炼涅槃战诀会破功，更不用担心走火入魔的风险，可以心无旁骛地打磨这门战诀。我操，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江宁越看越激动，心脏狂跳不止。之前他还觉得花10枚金币买这门没人能修炼的战诀，多少有点赌的成分，可现在看来，这10枚金币花得太值了，简直是捡了个天大的漏。没有丝毫犹豫，江宁立刻盘膝坐在床上，按照涅槃战诀的心法口诀，开始运转体内的气血。冲脉被拓宽后，他的气血运转本就比常人快了数倍。此刻按照涅槃战诀的路线流转，更是如鱼得水，丝丝缕缕的气血如同溪流般在经脉中穿梭。按照战诀的要求，不断冲刷着经脉，打磨着肉身的每一寸肌理，却没有半分用来增长基础力量。换作常人，此刻必然会因为气血不断积累，导致基础力量被动提升，最终破功。可江宁的开摆天赋就像一个无底洞，无论气血如何冲刷肉身，他的基础力量都稳稳地停在482公斤，纹丝不动，完美契合。江宁心中狂喜，修炼的速度更是快了数倍。别人修炼涅槃战诀需要小心翼翼地控制气血，生怕一不小心就让力量增长，10成的心思有8成要放在控制力量上，修炼进度自然慢如蜗牛。而江宁完全不用有任何顾忌，可以将全部心神都放在打磨气血、领悟战诀精髓上。一夜时间转瞬即逝，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户照进卧室时，江宁缓缓睁开了眼睛，眸中金光一闪而逝。仅仅一夜的修炼，
他就已经彻底掌握了涅槃战诀的入门法门，对气血的掌控力实现了质的飞跃。爽，太爽了！随手一拳轰出，拳风呼啸，却没有半分多余的力量外泄，所有的气血都精准地汇聚在拳风之上，收放自如。这就是涅槃战诀带来的最直观的改变，对气血的绝对掌控。之前的他空有冲脉带来的气血增幅，却只能简单粗暴地将力量打出去，10成的力量能发挥出7成就算不错了。可现在他能将10成的力量发挥出12成，甚至15成的威力。接下来的日子就专心打磨涅槃战诀，等着武道高考了。江宁眼中燃起了熊熊的战意，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在武道高考的考场上让所有人都看看他江宁的真正实力。接下来的半个月，江宁彻底进入了闭关修炼的状态，每天除了必要的吃饭睡觉，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打磨涅槃战诀上。有开摆天赋兜底，他的修炼进度一日千里，快得离谱。短短半个月，他就将涅槃战诀修炼到了接近小成的境界，对气血的掌控力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同时，他从奇珍阁买回来的那些天材地宝，也被他按照延佑山教的方法逐一炼化吸收。通淤果疏通了他12正经里的细微淤堵，让气血运转的速度再上一个台阶。青灵草让他对步伐的掌控更加精妙，速度的上限再次被拉高。灼心水则是不断滋养着他的精神力，让他的心神愈发凝练。修炼涅槃战诀时更是事半功倍，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他的基础力量依旧稳稳地停在482公斤，没有半分增长。但江宁心里清楚，现在的他和半个月前相比，实力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就算是面对一起中期的武者，他也有一战之力。半个月不见，你的进步倒是出乎我的意料。和半个月前相比，此刻的延佑山气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周身的气血内敛，却又隐隐透着一股磅礴的威压。你入阶了3天前刚刚突破，恭喜！还要多谢你的悟道珠。我说过，突破入阶后就把它还给你。你刚突破，正是稳固境界的关键时候，悟道珠对你还有用，先拿着吧。不用了，突破入阶后，基础修行法对我的作用已经不大了，它对你的用处更大。我刚才看你演练的，就是你花10枚金币买的那本涅槃战诀。说起来也巧，这门战诀倒是和我意外的契合。契合？我后来特意查过这门战诀，它的修炼条件极为苛刻，要求修炼者在小成前基础力量不能有半分增长，否则就会走火入魔。看来我猜对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我不会追问。你对我没有恶意，只不过他对实战经验的要求极高，光是闭门造车很难领悟其中的精髓。我也是这么觉得的。这半个月，我虽然将战诀的基础法门练得滚瓜烂熟，可始终觉得差了点什么。直到你一语点醒，我才明白自己缺的是真正的实战。涅槃战诀本就是为了战斗而生的技法，唯有在真正的搏杀之中，才能领悟它的真正精髓。我刚突破入阶，需要找人对战稳固境界，不如我们搭个手。正有此意，出手吧，我让你先攻。那我就不客气了，看我这凝聚气血的一拳。气劲内敛，不错。严佑山眼中闪过一丝赞许，不闪不避，同样一拳迎了上来，两拳相撞，没有发出想象中的巨响，反而只有一声轻微的闷响。江宁只觉得一股柔和却坚韧的力量从对方拳上传来，如同潮水般包裹住自己的拳劲，瞬间就将其化解于无形。这就是一阶武者的内源，看似柔和，却能将气血的力量化解于无形。质的差距肉眼可见，可江宁却没有丝毫慌乱，借着反震的力道，身形瞬间向后飘出，手腕翻转，指尖带着丝丝气血，如同灵蛇般朝着严佑山的手腕点去。这一招正是他从涅槃战诀中领悟出的技巧，不拼力量，只拼气血的掌控与变化。严佑山眼中闪过一丝惊讶，显然没想到江宁对气血的掌控力竟然达到了这种地步。他手腕翻转，指尖轻点，同样以精妙的手法拆解着江宁的攻击。你这家伙简直是个怪物，还要多谢你陪我练手。自己体内的气血仿佛拥有了生命一般，运转之间生生不息。真正触碰到了涅槃的门槛。武道高考，我越来越期待和你交手了。我不会让你失望的。阳城第一，我江宁未必不能争一争。和严佑山分开后，江宁的心情大好，哼着小曲往家走。涅槃战诀突破小成，他的实力再次暴涨。现在的他就算不动用冲脉的增幅，光靠对气血的极致掌控，就能轻松碾压同阶的未入阶武者。
就算是面对阳城三中的赵峰那种无限接近一阶武者的天骄，他也有十足的把握，轻松将其拿下。可江宁没想到，他不找事，事却主动找上了门。你就是江宁，我就是江宁，你找我有事？有事，小子，你最近风头很盛啊！先是在秘境里抢了九窍雪玉莲的莲子，又被临江大学看中，连严佑山都天天跟你混在一起。我还以为是什么真正的天骄，原来就是个走了狗屎运的废物啊！我告诉你，阳城的天骄圈子不是你这种普通班的垃圾能挤进来的。所以呢，你想怎么样？跪下，给我磕3个响头，再把秘境里得到的好处全都交出来，然后滚出阳城，永远不要出现在武道高考的考场上，不然的话，我今天就废了你，让你这辈子都没法再修炼武道。小子，别给脸不要脸！峰哥给你机会，你就乖乖接着。一个普通班的废物也敢抢峰哥的风头，我看你是活腻了，赶紧跪下磕头，不然今天让你横着出去。我给你们2个选择：第一，现在给我滚，我可以当这件事没发生过；第二，我动手让你们躺着出去。我操，我没听错吧？这废物竟然敢威胁我们！峰哥，这小子怕不是脑子坏了，真以为走了点狗屎运就能跟我们叫板了？一个普通班的垃圾也敢在峰哥面前口出狂言，我看他是真的不想活了。小子，看来你是真的不知道死字怎么写。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就成全你。可就在拳头即将砸中江宁面门的瞬间，江宁的身形突然动了，他的脚步轻轻一侧，身形如同柳絮般飘开，轻而易举的就躲过了赵峰这势大力沉的一拳，动作轻盈飘逸，没有半分拖泥带水，仿佛闲庭信步一般。什么就这点力气，也敢出来丢人现眼？还愣着干什么？一起上，给我废了他！不信自己这么多人还打不过江宁一个，不知死活！我的胳膊！别过来，江宁，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我不该来找你麻烦，不该口出狂言，求求你放过我吧，放过我吧，我给你磕头，我给你道歉，求求你别打我了。刚才你让我跪下磕头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放过我？我警告你，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再敢来找我的麻烦，或者动我的家人，我不介意让你这辈子都没法再修炼武道。我知道了，我再也不敢了，我保证以后我见了你绕着走，绝对不敢再招惹你了。赵峰如蒙大赦，连滚带爬的爬起来，招呼着地上的手下，连滚带爬的跑了，连掉在地上的武器都不敢捡。看着他们落荒而逃的背影，江宁拍了拍手上的灰尘，转身走进了单元楼。经此一役，他很清楚，整个阳城再也不会有人敢质疑他的实力了，而武道高考的舞台才是他真正的战场。教训完赵峰之后，日子彻底平静了下来，再也没有人敢来找江宁的麻烦。之前那些在网上嘲讽他，说他只是走了狗屎运的人，也全都销声匿迹了。一招击溃无限接近一阶武者的赵峰，这份实力足以让所有质疑的人都闭上嘴。而江宁也彻底沉浸在了最后的修炼冲刺之中，距离武道高考只剩下最后3天，他的涅槃战诀已经彻底稳固在了小成境界，对气血的掌控力已经达到了未入阶武者的天花板。冲脉带来的15%的气血增幅被他发挥到了极致，配合涅槃战诀的气血压缩技巧，他一拳打出的爆发力已经能稳稳超过1200公斤，远超普通的一阶初期武者。速度方面，他的极限速度也从之前的25.88米每秒提升到了27.6米每秒，距离速度科目的满分线只有一步之遥。耐力、精神力也都在天才地宝的滋养下达到了满分的水准。现在的他除了基础力量依旧被开摆天赋锁死之外，其他所有科目都已经达到了顶尖水准。而所有人都不知道，江宁最大的底牌还没有真正揭开，他的开摆天赋3个月的期限就在武道高考开考的前一天，届时他的基础力量将会直接暴涨1000公斤，这才是他真正的杀招。时间飞逝，3天时间转瞬即逝，明天就是阳城武道高考正式开考的日子，整个阳城都被紧张的气氛笼罩着，所有高3的学生都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家长们也都小心翼翼地照顾着孩子的饮食起居，生怕出半点差错。而江宁的家里却显得格外平静，张秀英虽然心里紧张，却没有表现出来，只是默默给江宁准备着清淡又营养的饭菜。黄文斌和黄勇也都闭口不谈高考的事情，生怕给江宁增加压力。
晚饭过后，江宁回到了卧室，没有再修炼，只是盘膝坐在床上，平复着心神。他能清晰地感觉到体内的开摆天赋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3个月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午夜12点的钟声准时在窗外响起。就在钟声落下的瞬间，江宁的脑海里突然响起了一道冰冷的机械提示音：开摆天赋3个月期限已到，恭喜宿主，基础力量永久加1000公斤，当前宿主基础力量1482公斤。提示音落下的瞬间，一股磅礴浩瀚的力量突然从江宁的四肢百骸中涌现出来。这股力量如同沉睡的火山轰然爆发，瞬间席卷了他的全身。他的筋骨、肌肉、经脉都在这股力量的滋养下发生着翻天覆地的蜕变。原本被开摆天赋锁死的肉身，此刻如同久旱逢甘霖的土地，疯狂吸收着这股力量，不断变强。江宁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肉身强度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速提升。原本只有482公斤的基础力量，此刻如同坐火箭一般疯狂暴涨，1000公斤、1200公斤、1400公斤，最终稳稳地停在了1482公斤。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感充斥着江宁的全身，他轻轻一握拳，指节发出噼里啪啦的脆响，拳锋之上气血翻涌，仿佛能一拳轰碎一座小山。这还仅仅是基础力量，如果再加上出脉带来的15%的气血增幅，再配合涅槃战诀的气血压缩技巧，他一拳打出的爆发力将会达到一个极其恐怖的数字，2000公斤甚至更高。这是什么概念？一阶巅峰武者的基础力量也不过1500公斤左右，也就是说，现在的江宁单论基础力量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的一阶巅峰武者，更别说他还有着对气血的极致掌控，还有着涅槃战诀这门逆天的技法。现在的他就算是面对一阶碾峰的武者也能轻松碾压，就算是2阶武者他也有一战之力。爽，太爽了！江宁从床上一跃而下，忍不住仰天大笑。3个月的摆烂换来的是一步登天，之前所有的隐忍，所有的低调，在这一刻都值了。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手，感受着体内源源不断的力量，眼中燃起了熊熊的战意。严佑山，阳城第一，从今天起都将被我踩在脚下。武道高考，我要的不仅仅是考上顶尖的武道大学，而是全省状元，甚至全国状元。小宁，快过来吃饭。吃完了，勇哥开车送你去考场。婶婶祝你旗开得胜，考个好成绩。谢谢婶婶，谢谢勇哥。放轻松，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以你的实力绝对没问题。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早饭过后，黄勇开着车载着江宁朝着阳城一中的考点驶去。马路上到处都是送考生的车辆，路边全是穿着校服的高3学生，还有陪同的家长，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紧张和期待。武道高考是所有高3学生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考得好就能进入武道大学，一步登天，成为人上人；考得不好就只能一辈子当个普通人，甚至进入联防队，在对抗万族生物的前线拿命换钱。江哥，这里啊，看你这状态，稳了啊！江哥，准备的怎么样了？放心，没问题。你们呢？放心吧，江哥，这半个月我可没偷懒，实力提升了不少。就在几人说笑的时候，一道清冷的声音突然在身后响起。江宁回头，只见严佑山正站在不远处，一身干净的校服，背着简单的背包，清冷的眸子里带着淡淡的笑意。在他身边还跟着几个阳城一中尖子般的天骄，看着江宁的目光里满是敬畏。之前他们还觉得江宁配不上和严佑山站在一起，可自从江宁一招击溃赵峰的消息传开后，再也没有人敢质疑江宁的实力。两大天骄的巅峰对决从这一刻就已经拉开了序幕。江宁，准备好了？当然，就等考场见真章了。我等着和你争这个阳城状元。那你可得小心了，这个状元我可不会让给你。那就是严佑山吧，阳城第一，听说已经突破1阶武者了。旁边那个就是江宁，最近风头最盛的那个普通班黑马，听说他一招就把赵峰给打废了。今年的阳城状元肯定就在他们两个之间产生了，真是神仙打架啊，太期待了。走吧，进考场了。都好好发挥，考场见。阳光洒在他的身上，拉出长长的影子。他的武道之路从这一刻起将正式踏上全新的征程。阳城只是他的起点，更广阔的天地在等着他。18个考场同时开启，所有考生都经过了严格的安检，确保没有携带任何违规的药品和设备，这才依次进入了考场。武道高考分为5大科目，分别是速度、力量、耐力、精神力、实战。其中前4项为基础科目，占总分的60%，最后一项实战科目占总分的40%，是重中之重。考试为期2天，第一天考4个基础科目，第二天考实战科目。江宁拿着准考证走进了自己所在的考场，考场里是一排排专业的测试仪器，监考老师都是从省武道协会派来的专业裁判，
全程录像，公平公正，杜绝任何作弊的可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江宁环顾四周，发现考场里的考生大多都紧张得浑身发抖，手心冒汗，就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毕竟这场考试决定了他们未来的人生。可江宁却显得格外平静，甚至还有心情闭目养神，调整着自己的状态。对他而言，这场考试不过是一场展示自己实力的舞台而已。各位考生，安静！现在宣读考场纪律与考试规则。第一，考试过程中严禁交头接耳，严禁互相传递信息，一经发现立刻取消考试资格。第二，每项测试每位考生仅有一次机会，不得重复测试。第三，测试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监考老师的指令操作，不得擅自触碰测试仪器。如有违规操作导致仪器损坏，需照价赔偿，同时取消考试资格。第四，考试过程中如有身体不适，需立刻举手向监考老师示意，不得擅自离场。以上规则，所有考生必须严格遵守，如有违反，必将严肃处理。现在我宣布，2024年度联邦武道高考羊城一中考点第7考场考试正式开始。首先进行的是速度科目的考核，请1号考生上前准备。考场里的专业跑步机都是联邦统一标准的最高规格，能够精准测试出考生的极限速度，误差不超过0.01米每秒。考生们按照准考证号依次上前测试，考场里不断响起惊呼和叹息声，有人超常发挥，跑出了超过24米每秒的好成绩，激动的手舞足蹈；也有人发挥失常，连最低录取线都没达到，当场就哭了出来。很快就轮到了江宁。下一位30号考生江宁上前准备。考生江宁，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就可以开始了。准备好了，开始！跑步机的跑带瞬间开始加速，江宁的脚步也随之动了起来。他的步伐稳健，节奏均匀，从起步到加速没有半分慌乱，如同闲庭信步一般。跑步机的速度飞速飙升，20米每秒、23米每秒、25米每秒。当速度飙升到25米每秒的时候，考场里的考生们都纷纷瞪大了眼睛，露出了震惊的神色。这个速度已经达到了上等武道大学的录取线了。可跑步机的速度还在不断飙升，26米每秒、27米每秒、28米每秒。当速度定格在28.7米每秒的时候，江宁才缓缓停下了脚步。整个考场瞬间死一般的寂静，所有的考生都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满脸的不敢置信，仿佛看到了鬼一般。监考老师也僵在了原地，手里的笔掉在了地上，都没有察觉。28.7米每秒，这是什么概念？武道高考速度科目的满分线是31.83米每秒，那是未入阶武者的理论极限。可江宁竟然跑出了28.7米每秒的成绩，这个成绩已经稳稳地排在了羊城历史前3，甚至超过了往届很多考上全国顶尖武道大学的天骄。我没看错吧？28.7米每秒！我的天，这还是人吗？我没看错吧？他不是普通班的学生吗？怎么可能跑出这么快的速度？疯了，真的疯了！这成绩，我没看错吧？就算是严佑山，也未必能跑出来吧？黑马，绝对的最大黑马！考生江宁，速度科目成绩28.7米每秒，满分。速度科目只要超过28米每秒，就直接判定为满分。江宁第1个科目直接拿下满分。听着周围的惊呼和议论，江宁脸上没有半分波澜，只是平静地走下了跑步机，回到了自己的位置。这还不是他的极限速度，他只是稍微热了热身而已。真正的杀招要留在实战科目里，再慢慢放出来。接下来的考试彻底变成了江宁的个人秀。第2个科目力量测试。江宁站在专业的力量测试仪前，没有动用出脉的增幅，也没有动用涅槃战诀的技巧，只是随手一拳，平平淡淡的轰了出去。砰的一声闷响，测试仪的屏幕上数字疯狂跳动，最终定格在了1482公斤。全场再次陷入死寂，所有人都傻了。1482公斤，力量科目的满分线才只有1000公斤，而江宁直接打出了接近满分线 1.5 倍的成绩，这已经不是未入阶武者能打出的力量了，就算是1阶巅峰的武者也不过如此。监考老师拿着笔的手都在不停发抖，看着屏幕上的数字，反复确认了3遍，才用颤抖的声音宣布：考生江宁力量科目成绩1482公斤，满分。第2个科目依旧是满分。考场里的其他考生已经彻底麻木了，他们现在终于明白，和江宁这种怪物待在同一个考场是一种多么绝望的体验。你拼尽全力才勉强摸到录取线，人家随手一拳就直接打破了羊城历史记录，这还怎么比？接下来的耐力测试和精神力测试，江宁依旧没有任何悬念，全部拿下满分。耐力测试，他在极限跑步机上以20米每秒的速度连续跑了整整2个小时，依旧面不改色，气不喘心不跳，直接打破了羊城耐力测试的历史记录。精神力测试，他更是展现出了远超常人的精神力，在精神力测试仪中轻松通过了所有的考验，再次拿下满分。第1天的考试结束，
江宁以4个科目全满分的成绩震惊了整个阳城。什么？4个科目全满分？啊！江宁，就是那个普通班的江宁，不可能，绝对不可能！4个科目全满分，阳城历史上就从来没有人做到过，是真的。监考老师都确认了，他力量直接打出了1482公斤，速度28.7米每秒，全都是历史级别的成绩。我的天，这哪里是黑马，这简直是降维打击！严佑山都只拿了3个满分，力量科目差一点满分，江宁竟然4个全满了！今年的阳城状元恐怕真的要易主了。媒体记者们更是疯了一般，想要第一时间采访到江宁。老师，成绩出来了，最新的成绩出来了。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天塌下来了不成？慢慢说。严佑山的成绩出来了吗？严佑山3个科目满分，力量科目987公斤，差1点满分，总成绩位列阳城第2。意料之中，严佑山本就有这个实力。还有什么事儿让你慌成这个样子？是江宁，老师，江宁的成绩出来了，4个科目全满分。什么？你再说一遍？4个科目全满分？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哎，是真的，老师，监考老师那边已经确认了，速度28.7米每秒，满分。这怎么可能？他只是个普通班的学生，怎么可能考出这种成绩？老师，现在整个阳城都传遍了，江宁创造了阳城武道高考的历史，是有史以来第一个4个基础科目全满分的考生。怎么办？老师，现在怎么办？我们之前只给了人家一份丁级合同，人家当场就拒绝了。现在人家考出了这种成绩，全省的顶尖武道大学肯定都会疯抢的。还能怎么办？赶紧，立刻去给我准备一份甲级合同，不，特级合同！我要亲自去找江宁，一定要把他招进我们临江大学，不惜一切代价。老师，特级合同，这不符合规矩啊！特级合同只有全国最顶尖的天骄才能拿到，而且需要校委会审批的规矩。我现在就是规矩，立刻去准备，审批的事情我来负责。我莫纵横教了一辈子书，从来没有看走眼过，这次竟然栽了这么大一个跟头。要是不能把江宁招进临江大学，我这张老脸往哪里放？是老师，我马上就去准备。江宁同学，你作为普通班的学生，却考出了历史级别的成绩，有什么秘诀可以分享吗？江宁同学，请问你对明天的实战科目有什么预期？有没有信心拿下阳城状元？明天的实战科目结束，一切自有分晓。在季文斌3人的掩护下，江宁挤出了人群，坐上了黄勇的车，绝尘而去。他很清楚，真正决定命运的是第2天的实战科目，只有在实战考场上，他才能真正的让所有人都记住他江宁的名字。第2天一早，阳城一中考点比昨天更加热闹，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实战科目上。实战科目才是真正考验一个武者实力的核心。今年还有严佑山和江宁这2大天骄的巅峰对决，所有人都期待不已。实战考场设立在阳城一中的虚拟对战大厅，每个考生都会进入单独的虚拟舱，意识接入联邦统一的虚拟对战系统，模拟进入万族秘境，与不同等级的万族生物进行对战。系统会根据考生的击杀数量、战斗时长、受伤程度、战斗技巧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评分，满分1000分。考场内所有考生都依次进入了虚拟舱。江宁躺在虚拟舱里，闭上了眼睛，意识瞬间接入了虚拟对战系统。欢迎来到联邦武道高考虚拟对战系统，请考生选择对战难度。冰冷的机械提示音在脑海中响起，眼前的虚拟屏幕上出现了5个难度选项。江宁看着屏幕上的5个选项，没有丝毫犹豫，直接伸手点向了最后一个选项——炼狱难度。他要选就选最难的，他要让所有人都看看他江宁的真正实力。警告：考生江宁，你选择了炼狱难度，该难度下虚拟万族生物实力为25水准，死亡率极高。一旦虚拟角色死亡，考试将直接结束。是否确认选择？确认。下一秒，眼前的场景瞬间变换，天旋地转之后，江宁发现自己身处一片荒芜的戈壁之中，天空是血红色的，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味儿，四周的乱石堆里隐隐传来万族生物的嘶吼声。炼狱难度的对战正式开始，几乎就在江宁落地的瞬间，3道黑影突然从乱石堆里窜了出来，朝着他猛扑过来。是3头黑铁级的影狼，速度极快，獠牙外露，眼中满是嗜血的凶光，实力堪比一阶初期的武者。换做普通的考生，面对3头影狼的同时突袭，恐怕瞬间就会手忙脚乱，甚至直接被秒杀。可江宁却站在原地，脸上没有半分波澜。就在影狼即将扑到他面前的瞬间，江宁终于动了，涅槃战诀瞬间运转到极致，体内的气血疯狂翻涌，出脉的增幅尽数开启，
他的身形一闪，如同鬼魅般在三头影狼之间穿梭，指尖带着压缩到极致的气血，精准地点在了三头影狼的头颅要害之处。三头影狼的身形瞬间僵在了原地，眼中的凶光迅速褪去，重重地倒在了地上，彻底没了气息。一招秒杀三头一阶初期水准的影狼。击杀影狼筹3，积分加300，当前积分300，战斗时长5秒。系统的提示音响起，可江宁却没有丝毫停留，身形一闪，继续朝着戈壁深处冲去。对他而言，这场考试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时间，江宁如同虎入羊群，在戈壁之中疯狂冲杀。涅槃战诀的威力在这场虚拟对战中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气血收放自如，每一次出手都精准地命中万族生物的要害，没有半分多余的动作。无论是速度极快的影族生物，还是防御极强的眼甲兽，亦或是擅长远程攻击的毒刺飞虫，都挡不住江宁的一招。他的积分如同坐火箭一般疯狂飙升，500、800、1000，短短10分钟的时间，江宁的积分就已经突破了满分线，而他面对的万族生物也越来越强，从1阶初期一路提升到了1阶巅峰，甚至出现了2阶初期的万族生物。考场的监控大厅里，所有的监考老师和生武道协会的裁判都围在了江宁的监控屏幕前，一个个瞪大了眼睛，满脸的震惊和不敢置信。我的天，他选的竟然是炼狱难度，10分钟就突破满分线了，这也太离谱了！阳城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能在炼狱难度里拿到满分。你看他的战斗技巧，对气血的掌控力，简直登峰造极。这哪里是个未入阶的高中生？就算是1阶巅峰的武者，也未必有这种水准。怪物，简直是个怪物！虚拟战场中，江宁的战斗还在继续，他已经深入了戈壁的核心区域，周围的万族生物也变成了2阶初期的铁甲蜥。为首的铁甲蜥猛地低下头，头顶的尖角带着破风之声，朝着江宁狠狠撞来。这一撞，就算是一面钢板也能直接撞穿，可江宁却没有丝毫躲闪。他深吸一口气，涅槃战诀全力运转，体内的气血如同火山般轰然爆发，出卖的15%增幅尽数开启。给我破！不退反进，握紧拳头，朝着为首的铁甲蜥的尖角狠狠轰了过去。拳与尖角轰然相撞，咔嚓一声清脆的骨裂之声响起，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铁甲蜥头顶那坚不可摧的尖角竟然被江宁一拳硬生生轰碎了。恐怖的劲力顺着尖角涌入铁甲蜥的体内，瞬间震碎了他的5脏6腑。那头铁甲蜥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再也没了动静。一拳秒杀2阶初期的铁甲蜥。监控大厅里，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彻底傻了眼。这可是2阶初期的铁甲蜥啊！就算是2阶中期的武者，也未必能一拳秒杀。一个未入阶的高中生竟然做到了，这已经不能用天骄来形容了，这简直是百年难遇的武道奇才。而虚拟战场中，江宁的战斗还没有结束，解决了为首的铁甲蜥，江宁身形一闪，再次冲入了剩下的4头铁甲蜥之中。涅槃战诀运转到极致，他的身形在铁甲蜥的围攻中辗转腾挪，越战越勇，气血生生不息，丝毫没有枯竭的迹象。这就是涅槃战诀最恐怖的地方，越战越勇，涅槃重生。每一次出手，他对这门战诀的领悟就更深一分。短短几分钟，剩下的4头铁甲蜥就被江宁尽数斩杀。击杀铁甲蜥 X5，积分加1000，当前积分2350，战斗时长23分钟。系统的提示音再次响起，而就在这时，整个戈壁突然剧烈震动起来，天空变得更加血红，一股恐怖的威压从戈壁的尽头传来。一头体型庞大的熔岩巨蜥缓缓从沙尘中走了出来，它的身上覆盖着燃烧着火焰的鳞片，一双猩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江宁，身上的气息赫然达到了2阶巅峰，这就是炼狱难度的最终 BOSS。监控大厅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死死地盯着屏幕。就算是2阶巅峰的武者，也很难将其击杀。江宁，能挡住吗？虚拟战场中，江宁看着眼前的熔岩巨蜥，非但没有丝毫畏惧，眼中反而燃起了熊熊的战意。他等的就是这一刻。来吧，让我看看我的极限到底在哪里。涅槃破！击杀熔岩巨蜥，2阶巅峰，积分加2000，当前积分4350，战斗时长28分钟。恭喜考生江宁完成炼狱难度全通关，打破全省虚拟对战最高积分记录。系统的提示音在江宁的脑海中响起，江宁缓缓落在地上，轻轻喘了口气，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他做到了炼狱难度全通关，打破全省纪录。当江宁从虚拟舱里走出来的时候，
整个考场都沸腾了，所有的考生都围了上来，看着江宁的目光里满是狂热的崇拜和敬畏。监考老师们也纷纷围了上来，对着江宁嘘寒问暖，态度恭敬到了极点。因为就在刚才，全省的高考系统都弹出了公告，阳城考生江宁以4350分的恐怖成绩，打破了临江省5道高考实战科目，保持了12年的最高纪录，4个基础科目全满分，实战科目打破全省纪录。今年的阳城状元，甚至临江省状元，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实战科目考试结束，也意味着本届5道高考正式落下帷幕，整个阳城都陷入了狂欢之中。江宁的名字传遍了阳城的大街小巷，所有人都知道阳城出了一个百年难遇的5道奇才，一个普通班的学生拿下了全省高考状元。考点门口早已被记者和闻讯赶来的民众围得水泄不通，都想亲眼看看这位新晋的省状元。可江宁刚刚走出考点，还没来得及和季文斌3人说上几句话，整个阳城突然响起了刺耳的防空警报。凄厉的警报声响彻了阳城的每一个角落，让原本热闹的街道瞬间陷入了死寂。紧接着，全城的广播都响起了联防队紧急播报的声音，语气里满是惊慌和急促。紧急通知！紧急通知！阳城西侧秘境屏障突然破裂，大量高阶万族生物涌入阳城，请所有市民立刻前往就近的安全区躲避。重复，请所有市民立刻前往就近的安全区躲避。联防队已全员出动，请市民不要慌乱，配合联防队的指挥。广播声落下，整个阳城瞬间炸开了锅，尖叫声、哭喊声、汽车的鸣笛声交织在一起，原本热闹的街道瞬间变得混乱不堪，所有人都疯了一般，朝着就近的安全区跑去。万族生物破城了，这是阳城近10年来第一次遭遇万族生物的大规模突袭。所有人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死亡，意味着灾难。季文斌、高超和梁月月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浑身都开始发抖。他们只在秘境里见过万族生物，可那是有规则限制的秘境，和破城而入的万族生物完全是2个概念。江哥，怎么办？江宁的脸色也瞬间沉了下来，他没想到竟然会在这个时候发生万族破城的事件。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家里的婶婶、叔叔和黄勇。黄勇是联防队的队员，此刻肯定已经奔赴前线了。婶婶和叔叔还在家里。你们3个立刻跟着人群去最近的安全区，快！那你呢，江哥？我回家，我家人还在家里。街道上到处都是慌乱逃窜的市民，还有翻倒的汽车、燃烧的店铺，一片狼藉。远处的城西方向不断传来枪炮声、万族生物的咆哮声，还有人类的惨叫声。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味和硝烟味，整个阳城仿佛瞬间变成了人间地狱。江宁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脚下的速度又快了几分。他必须尽快赶回家，确保婶婶和叔叔的安全。就在江宁冲到距离子东花园还有2条街的时候，前方的路口突然传来了一声凄厉的惨叫，紧接着是几声熟悉的怒吼，是黄勇的声音。江宁瞳孔骤缩，猛地停下脚步，朝着路口冲了过去。来呀！勇哥，队长，小心！妈的，跟这群畜生拼了！小宁，快走，这里危险，快逃去安全区！想斗我哥，先过我这一关！啊！小宁，你勇哥，别说了，这里交给我。可是，别可是了，快，再晚就来不及了。好，小宁，你小心点，我们撤。刚才你们不是很嚣张吗？现在该算算账了。一场单方面的屠杀就此展开。10几分钟后，江宁站在一片狼藉的路口，收起了拳头，地上躺满了嗜血巨狼的尸体，没有一头活口。他的身上只沾了几滴鲜血，衣衫依旧整洁。解决完这些嗜血巨狼，江宁没有丝毫停留，立刻朝着紫东花园冲去。小宁，你可回来了，吓死婶婶了！没事了，婶婶，叔叔，我回来了，没事了。就在这时，远处的城西方向突然传来了一声恐怖的咆哮，一股远超2阶武者的恐怖威压瞬间席卷了整个阳城。江宁猛地抬头，朝着城西方向望去，脸色瞬间变得凝重起来。3阶，是3阶的万族生物，而且不止1头。小宁，怎么了？叔叔，婶婶，你们立刻去最近的安全区，快，这里不安全。3阶万族生物已经不是普通的联防队能抵挡得了，整个阳城除了严佑山，恐怕没有人能挡住。就在这时，一道白色的身影如同闪电般从江宁的头顶掠过，朝着城西的方向疾驰而去。是严佑山。江宁瞳孔骤缩，没有丝毫犹豫，
对着黄文斌和张秀英说了一句：“快去安全区！”脚下步伐瞬间启动，也朝着城西的方向冲了过去。严佑山虽然突破了1阶武者，可面对3阶的万族生物，根本没有胜算。他不能眼睁睁看着严佑山去送死。城西的防线此刻已经彻底崩溃了，联防队的队员死伤惨重，节节败退。3头3阶初期的猎地熊正疯狂地冲击着联防队的最后一道防线，他们的每一次拍击都能将厚重的防爆墙拍得粉碎，子弹打在他们的皮毛上，根本造不成任何伤害。防线后面就是密密麻麻的市民，一旦防线被冲破，后果不堪设想。严佑山手持长剑，站在防线最前方，清冷的眸子里满是凝重，身上的内源疯狂翻涌，死死地盯着眼前的3头猎地熊。小丫头，滚开！别挡道！有我在，伤不了他。江宁站在原地，身形稳如泰山，毫发无伤。严佑山看着江宁的背影，瞬间愣住了，清冷的眸子里满是震惊和不敢置信。他怎么也没想到，江宁竟然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他的身前，而且还一拳震退了3阶初期的猎地熊。我说过，阳城状元，我可不会让给你。这种场面怎么能少了我？小心点。放心。犯我阳城者，虽强必诛！人类小子，你找死！你们逃不掉的。在上面！涅槃！整个战场瞬间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半空中缓缓落下的江宁，如同看着天神下凡一般，眼里满是狂热的敬畏和崇拜。几秒之后，震耳欲聋的欢呼声瞬间爆发出来，赢了，我们赢了！数万市民挥舞着手臂，疯狂地喊着江宁的名字，声音响彻云霄。防线后的联防队队员也都纷纷放下了武器，红着眼睛朝着江宁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黄勇看着场中的江宁，脸上满是骄傲和自豪，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严佑山站在原地，看着江宁的背影，清冷的眸子里满是温柔的笑意。他知道这个男人未来的成就绝对不可限量。江宁缓缓落在地上，看着欢呼的人群，心里也涌起一股热血。这就是他守护的城市，这就是他要守护的人。从今天起，他不仅要成为最强的武者，还要用自己的力量守护身边的人，守护这座城市，对抗万族的入侵。万族突袭的危机在江宁的力挽狂澜下终于被化解，剩下的零星万族生物也被联防队和赶来支援的武者尽数清理干净。整个阳城都在为江宁欢呼，他不仅拿下了全省高考状元，还在危难关头拯救了整个阳城。一夜之间，江宁的名字传遍了整个临江省，甚至传遍了全国。无数顶尖的武道大学都纷纷向江宁抛来了橄榄枝。华国第一武道大学、京都武道大学、江南武道大学，这些全国最顶尖的武道学府都派出了招生老师，亲自来到阳城，开出了最顶级的条件，只为招到江宁这个百年难遇的奇才。临江大学的莫老更是带着特级合同，天天守在江宁家门口，就差给江宁跪下了。可最终还是只能遗憾而归，因为江宁最终选择了华国第一武道大学。这所全国最顶尖的武道学府是所有武者心中的圣地，也是对抗万族入侵的最前线。他要去那里变得更强，去面对更广阔的天地，去对抗更恐怖的万族危机。而严佑山也同样收到了华国第一武道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两人将一同前往京都，开启全新的征程。高考放榜的那天，整个阳城再次沸腾，江宁以总分7350分的恐怖成绩拿下了临江省理科状元，季文斌也超常发挥，考上了临江省的重点武道大学，梁月月也考上了心仪的阳城师范武道学院，未来想成为一名武道老师。而高超也顺利进入了临江大学，开启了自己的大学生活。所有人都在这场高考之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放榜后的第二天，阳城的山顶公园，江宁和严佑山并肩站在山顶，俯瞰着整座阳城的风景。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洒在两人身上，拉出长长的影子。没想到你最终还是选了华国第一武道大学。怎么，怕我在大学里超过你？怕到了大学里，我可不会再让着你。阳城状元让你拿了，全国第一，我可不会再让给你了。那我们就走着瞧。江宁笑着看向远方，夕阳染红了天际，也染红了他的眼眸。他知道阳城只是他的起点，
更广阔的天地还在前方等着他。